全球艺人入侵，所有人都会随机绑定一个单独的安全屋。每当夜幕降临时，都会有人敲门来寻求庇护，或老人，或小孩，或美女。一旦错将艺人放进房间，就会遭遇袭击。反之，庇护真人则可以获得100金币，金币能用来购买各种物资，升级安全屋。当安全屋等级过低时，艺人将会直接破门而入，杀死房主。于是，为了更好的存活下去，我正在研究怎样能加固房门。这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脑中响起。为了帮助真人更好的存活下去，系统将不定时发布辨别艺人特征。现在公布第一个：指甲泛青且异常尖锐。今夜强制任务，首页请至少收留1名真人，否则会被判定为不合格安全屋，予以清除。新手礼包已发放，请注意查收。说完，机械音就消散了。我看着眼前的普通房门，脑子里想着泛青又尖锐异常的指甲，是像僵尸还是像女鬼？内抓一下这门不就要碎了？还要收留一个真人，也不能是人就放进来吧？我呼出一口气，算了，现在想再多也没什么用，等晚上再说吧。还是先看看新人礼包有什么。我打开系统面板，上面简单分列了几个选项：商城背包、聊天室。我打开背包，背包被分成很多个格子。选中礼包后，一道礼花炸开的特效过后，背包里多了几样物资：10盒红烧牛肉味自热米饭，1箱纯净水，1台手摇收音机，1把 AK47突击步枪，4盒共120发子弹。我激动的差点喊出声，马上将步枪拿在手中，枪身冰凉，沉甸甸的金属质感，摸着就安全感十足。刚才那点不安瞬间烟消云散。我摸摸肚子，现在还不饿，先检查下这个随机分到的房子。这是个2居室公寓，门窗很普通，阳台护栏也不结实，要是一人强攻根本撑不了几分钟，要赶紧赚金币升级才行。我透过猫眼往外看，楼道一片漆黑，只有应急灯发出微弱的绿光。这时机械音又响了起来。夜晚已来临，访客即将抵达。我马上握紧步枪，要来了。门外这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个带着哭腔的女声伴随着咚咚的敲门声。有人吗？求求你快开门，我快撑不住了。听见是个女生，我暗中松了口气，男女力量差异大，即使这个女生有问题，我也有把握开枪。透过猫眼往外看，楼道里灯光太暗，只看到一个纤细的身影，浑身都在哆嗦，看着确实像被逼到绝境的真人。站在原地别动，把手伸到门缝里来，我要检查指甲。全球艺人入侵，所有人都会随机绑定一个单独的安全屋。每当夜幕降临时，都会有人敲门来寻求庇护，或老人，或小孩，或美女。一旦错将艺人放进房间，就会遭遇袭击。反之，庇护真人则可以获得100金币。此时，我的安全屋迎来了第一个访客。站在原地别动，把手伸到门缝里来，我要检查指甲。要是他犹豫或者不肯伸手，那我绝不啰嗦，直接开枪。门外的女生没有犹豫，马上就把手伸到门缝里。我打开手电，强光下淡粉色的指甲光滑圆润，没有半点泛青也不尖锐，心里稍稍放松了下，但还是没有放下枪。进来。我把门打开，枪口对准她的胸口。女生一进门就双手捂脸，哭得一抽一抽的。她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淡蓝色的紧身牛仔裤，勾勒出纤细的腰肢和流畅的腿型。我把门反锁好，往后退了2步，拉开安全距离，语气冰冷：别装哭了，你是谁？现在外面什么情况？女生这才看到我手里拿着枪，哭声戛然而止，颤抖着说：我叫唐小月，外面已经全乱了，到处都是艺人，还有月亮变得特别奇怪，泛着诡异的红光，艺人在红光里好像更活跃了。她顿了顿，又开始哭。我和室友林菲菲一起逃出来的，我们一起敲了很多安全屋的门，都没人肯开门。菲菲让我先找地方躲着，她去试试别的门，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女生把手拿下来以后，五官精致漂亮，那双哭红的大眼睛更添了几分我见犹怜的感觉。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我被她哭得耳朵疼，不耐烦道：别嚎了，她要是能活下来，以后还会见到；要是活不下来，你哭有什么用？话刚说完，身后的门又传来咚咚的敲门声，这次的声音比刚才更急。门外传来呼喊声：小月，小月，你在里面吗？快开门，我是菲菲。和唐小月的语气很像，满是焦急。唐小月一听，马上就大声喊：菲菲，菲菲，你别急，我这就给你开门。说完就要绕过我去开门，我一把用力拉住他胳膊。谁让你开门的？他急得眼眶发红，拼命想挣脱我的手，语气带着不解和哀求：她是我的室友菲菲，你快让她进来。我一把推开他：我是房主，让谁进来我说了算。他哎呦一声倒在了地上，我没理会他，透过猫眼看外面，外面站着一个稍矮的女生，把对唐小月的说辞也对她说了一遍。她犹豫着没有动，我心下觉得不好，这个女生有点奇怪，怕是艺人。这时唐小月在我身后急道：菲菲，你快把手伸过来，只要看一下就能进来了。全球艺人入侵，所有人都会随机绑定一个单独的安全屋。每当夜幕降临时，都会有人敲门来寻求庇护，或老人，或小孩，或美女。一旦错将艺人放进房间，就会遭遇袭击。反之，庇护真人则可以获得100金币。将唐小月放进来之后，她的室友菲菲成为了我安全屋的第2个访客。可是这个叫菲菲的女孩明显有些不正常。菲菲，你快把手伸过来，只要看一下就能进来了。听到唐小月的催促，菲菲缓慢地把手从门缝里伸了进来。手电的强光下，女生的手指微微弯曲，指甲泛着淡淡的青色，尖端尖锐的像爪子，在手电的照射下泛着诡异的寒光。唐小月在我身后倒吸一口气，不再说话。门外面菲菲见里面没动静，语气变得有些急躁：小月，快让我进去。
不是说看一下手就行了吗？唐小月捂着嘴连连摇头，眼泪又涌了出来。门外面菲菲见唐小月不回答她，着急的开始撞门。小月，快让我进去，外面有好多艺人。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趁着他撞门的间隙，我用力把门拉开，枪口直接对准他的胸口，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子弹瞬间击中菲菲，发出一声诡异的嘶吼，强大的力道让她的身体狠狠撞在走廊的墙上，墨绿色的粘稠液体喷溅在墙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抽搐了几下就没了动静。唐小月被这一幕吓得浑身僵硬，脸色惨白如纸，连哭都忘了，眼神里满是恐惧，看向我的时候眼神不自觉带了敬畏。我收起枪，语气平淡，看清楚，再敢心软，下一个死的就是你。唐小月连连点头，浑身不停发抖，嘴里不停念叨：我知道了，我再也不敢了，我都听你的。看着他服帖的样子，我暗暗想到，这才对嘛，只有适应末世规则的人才能活下去。我靠在墙边，把玩着突击步枪，继续等着访客。没等多久，脑海里的机械音响起。首页访客拜访结束，开始结算庇护结果。房主陆哲1获得奖励金币，首杀一人奖励礼包1个，可在系统商城进行消费。听到金币到账的瞬间，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立刻打开商城面板，毫不犹豫的直接点了门窗加固服务，刚好100金币。确认购买的瞬间，一阵轻微的装修噪音响起，声音不大，能清晰的感觉门窗都在震动。装修结束后，我伸手推了推大门，触手厚重，再也不是之前那种轻飘飘的门板了，窗子也变成了不锈钢，看着就结实。夜色越来越深，我走到客厅窗前，扒着窗户往下看，外面依旧一片漆黑，月亮的红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末世悄然而至。是否打开首杀礼包？唐小月缩在沙发角落，眼里满是疲惫和恐惧，时不时看向门口，看样子像是被吓得不敢睡觉。见我走向卧室，她像是鼓起了很大勇气，一双大眼睛期待地看着我，声音软软的：我有点害怕，这屋子里就我们2个人，我能不能和你一起睡？少来这套，要么去那边床上睡，要么就在客厅的沙发，不管你在哪儿，没有我发话都不准下来。唐小月脸上的表情瞬间垮了下来，气鼓鼓地瞪了我一眼，她嘟囔着起身，磨磨蹭蹭地走到了侧卧，躺下时故意发出了很大的动静。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嗤笑一声，闹脾气也没用，我的地盘我做主。在床上睡了不知多久，我猛地睁开眼睛，第一反应就是去摸身边的步枪，指尖摸到冰凉的枪身，心里才彻底踏实。我起床看了一眼手机，下午4点了，离天黑没有多久了。次卧的门被推开一条缝，唐小月探着脑袋：你醒了？你想干什么？我饿了，一人1盒。唐小月瞪大眼，连连点头，心里却不知为何飘过一抹淡淡的失落。我打开系统面板，看了一眼金币余额0，随后我点开了聊天室。昨天光顾着等访客了，没来得及看消息，现在正好看看其他人的消息。聊天室消息刷得飞快，大部分都在吐槽昨晚的遭遇。这时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发送人叫赵凯的，语气很急，还加了很多感叹号。我昨晚试探了一个艺人，发现了一条新线索，他们对久远数字记忆模糊，算不清日期。看完我眼睛瞬间亮了，又多了一个辨别艺人的方法。我拿出手机记在备忘录里。这时一阵浓郁的香味飘来，唐小月把自热米饭拿给我，我大口吃着。以后安全做的杂物活就交给你了。收留真人能赚金币，有了金币才能有物资。要是想白吃白住，就趁早滚。知道了，我会好好干的。不知不觉天渐渐黑了，脑海里的机械音又响起来。现在公布第2个辨别艺人特征：强光照射下，眼睛红磨成灰雾状。今夜将有3名访客上门，请房主做好准备。我坐在沙发上把玩步枪，现在已经掌握了3条线索，辨别艺人的准确率又提高了。这时，一阵缓慢而微弱的敲门声响起，唐小月又靠近了我几分，差点坐我腿上。我推了她一下，你去开门。唐小月眼眶瞬间红了，见我不为所动，硬着头皮走到门边。门外响起一阵咳嗽声，听起来是个年迈的老人，声音苍老无力，满是哀求：“有人吗？我身体不好，跑不动了，求求你开门。”唐小月眼神一动就要开门，我拍了她头一下，她回头瞪了我一眼，对着门外之人紧张说：“老人家，先别急，你把手从门缝里伸进来。”门外的老人没有犹豫，缓缓将一只手伸了进来。唐小月打开手电，强光下她仔细看了看，回头对我摇了摇头。他的指甲是淡褐色的，不青也不尖。再检查下他的眼睛，看看虹膜有没有变化。唐小月马上照做，把手电对准门缝处，强光照到老人满是皱纹、写满沧桑的脸时，心下一软，
手电的光只是匆匆一扫，根本没看清红魔状态。他咬了咬嘴唇，小声说：“看着没问题。”说完就把门栓打开。我突然有种不好的直觉，刚要出声阻止，正在这时，门外的老人见到门被打开，眼中闪过一丝凶光，不再伪装那副虚弱的模样，猛地朝着唐小月扑了过去，枯瘦的爪子直抓他的喉咙。小心！猛地从侧面冲过去，与此同时，对准老人胸口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子弹瞬间击中，一人胸口爆出几个血洞，直挺挺向后拖出一段，抽搐几下就不动了。墨绿色的粘稠液体喷溅在门板上，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和昨晚击杀的一人一模一样。我喘着粗气盯着瘫坐在地上的唐小月，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刚才生死就在毫厘之间。你在干什么？我怎么教你的？唐小月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眼里全是慌乱和后怕。你心软同情他，刚才要是我晚了1秒，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你。唐小月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她低着头，肩膀不停颤抖。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会好好检查，再也不会疏忽了。她抬头看着我，通红的眼睛里满是委屈和愧疚，一把抱住我的胳膊。我再也不会心软了，我只听你的，不要赶我走。我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他，心里却想着这可是每天100个金币，怎么可能会赶走呢？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你还不能适应现在的末世，就不要拖累我。唐小月眼神坚定，重重点头。那你还在干什么？把门板擦干净。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枪，看着唐小月跪在地上抖着手擦地板。没等多久，一阵急促又粗暴的敲门声，咚咚咚的力道极大，门板被震得微微抖动，感觉墙上的灰都在簌簌的往下掉。正在擦地板的唐小月被吓了一跳，一个粗哑的男声响起，带着毫不掩饰的蛮横和威胁从门外传来：“赶紧开门，别装死，老子是真人！再不开门进去，你们就完了！”我听着眉头一皱，这语气根本不像被逼到绝境的幸存者，反而像是街头恶霸，仗着自己有点力气，就想恃强凌弱。唐小月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下意识往我身边靠了靠，小声说：“他听起来好凶。”我拍了拍他的胳膊，示意他冷静，语气冰冷：“怕什么？是真人还是异人？查过就知道。就算是人敢在这里撒野，也照样收拾他。”门外的人见没人说话，语气更凶了，狠狠踹了一脚门板，砰的一声，里面的人听见没？再不开门，老子就砸门了！唐小月深吸一口气，手里的手电紧紧攥着，随时准备检查，压低声音喊道：“别嚷嚷，把手伸到门缝里来，检查完没问题就放你进来。”门外的男人骂骂咧咧了几句，不耐烦将一只手伸了进来，语气嚣张：“查，给你查！要是耽误了老子，有你好果子吃！”我凑到门缝边，借着唐小月手电的光，仔细看了看她的指甲淡黑色，修剪得很短，不清也不尖，符合真人特征。唐小月又把手电对准她的眼睛，仔细照了照，回头对我摇了摇头：“红魔是正常的，不是灰雾状，是真人。”唐小月打开门缝，语气依旧紧张：“进来吧。”男人一把推开房门，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身材高大魁梧，脸上带着一道狰狞的刀疤，手里还攥着一把弹簧刀。进门就四处张望，眼神贪婪地扫过茶几上的弹药和剩下的自热米饭，嘴里嘟囔着：“妈的，没想到这破公寓里还有这么多好东西，看来老子来对地方了。”他转头看向我和唐小月：“从今天起，这安全所归老子了。哼，你俩给老子当跟班，负责找物资、守大门，敢不听话，老子一刀！”说着，他还晃了晃手里的弹簧刀，刀刃在灯光下泛着寒光，显然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唐小月吓得浑身发抖，下意识躲到我身后，而我则依旧站在原地，手里的步枪微微抬起，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心里的杀意瞬间涌了上来。敢在我的地盘撒野，还想抢我的物资，占我的安全屋，简直是自寻死路！我冷笑一声，把步枪对准他：“是吗？我也该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真理了。”见状，男人额头划过一滴冷汗，拿个破玩具在这忽悠谁？不等他说完，我便扣动了扳机。男人瞪大眼睛看着还在冒烟真人，你居然真的敢！说完，男人便倒在地上，流出嫣红的血液，证明此人并非异人。可即便是正常人类，我也绝对不是来者不拒。房主是我，也只能是我。任何一个有可能威胁到我安全的存在，我都会将其解决。唐小月也并未对我的行为表达任何不满，只是偏过头去。现在我们只用等最后一个人了，是吗？我指向走廊远处的拐角。不用等了，刚才有人在角落偷看，应该就是第3个来访者，他已经被吓跑了。我回到房间锁好门，此时脑海传来系统提示音：今夜来访者已全部结束拜访，开始结算地庇护成果。因为没有新的幸存者加入，我拿到的依然只有100金币。现在食物和水暂时充足，所以我决定先把钱攒起来。金币到账意味着今夜的危机已经结束，我紧张了一整晚的神经也终于松懈下来。刚闭上眼睛准备睡觉，敲门声再次响起，我的头皮开始发麻，不想下床开门，可熟悉的机械音又响起：神秘访客抵达，请房主10秒内开门迎接，否则访客将无视防御强行进入。我自然不想第一个上去送，便想着让唐小月去帮我开门。打开灯一看，发现此时的唐小月翻着白眼，已经被吓晕了。我咒骂了一声，只得拿着枪跳下床，将门缓缓拉开。老子手里有枪，谁在门外打扰老子休息？门缝的上方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很抱歉，先生，
打扰到了您的休息，但我依旧希望您可以把枪放下，冷静地和我交谈。我循声朝上望去，看到来者的真容后，两眼一黑，居然是个身高6米的银袍男。男人脸色苍白，面带微笑。我先生，请您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您的房子里面有除了您以外的人吗？面对这个超自然的恐怖存在，我甚至没有想反抗的念头，只能硬着头皮看了他一眼。宿舍里还有一个叫唐小月的女生。我的话音刚落，男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那您可真是幸运啊！2天后我还会再来拜访的，希望那时您的房屋中能有2位或以上的住客。说完，瘦高男人便消失在走廊尽头。我心中一阵后怕，要是自己昨晚没有收留唐小月，那么等待我的肯定不是什么好结果。今晚的神秘访客让我重新定义了末世强度，原来在末世里还有这种无法理解的恐怖存在。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天快亮了才闭上眼。当我再次醒来时，窗外天色已经渐晚。我打开了聊天室，一个叫赵凯的房主发出一连串消息。我为了搞清楚艺人到底是什么，故意放了一个进房子。艺人对于久远的记忆很模糊，会出现常识性错误。赵凯的消息分享完后，群里顿时刷屏好人一生平安。我也赶紧记下这个辨别艺人的新方法。时间来到了6点，脑海里响起了机械音。今天我要给各位隆重介绍一群英雄，那就是初尾应急部队。他们的研究人员发现，艺人的眼睛会呈现出红肿状态。今夜有3位访客到来，请各位房主做好辨别。初尾应急部队会继续为人类存续而战，祝各位平安活过今晚。我看着电脑屏幕若有所思，今天宣布了一个新的辨别方式，也就是说之前的办法有可能会失效。艺人为了逃脱检查也在进化，有了前2晚的经验，我已经没有那么紧张。打开游戏等待访客的到来，直到12点，门外才传来敲门声。唐小月走到门边开了一道小缝，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站在宿舍前。小姑娘，你能让我进去吗？我快走不动路了。闻言，唐小月点了点头，可以是可以，但得辛苦爷爷先做一下检查。说完，唐小月举起手电筒，对准老人眼睛，强光照射下，老者的虹膜瞬间变成灰雾状。见状，唐小月直接将门关上锁死。门口那个老爷爷应该是艺人。我拍了拍唐小月的肩膀，干得不错，你成身的很快啊。唐小月的转变让我十分欣慰。虽说我作为房主，接收幸存者可以让我从中获利，但我当然更想接收有用的人。时间一转眼就到了凌晨4点，距离天亮只有1个多小时了。可今晚却才来了一位访客。我靠在椅子上闭目小憩，就在我快要睡着时，敲门声再次响起。我迅速进入状态，拿枪躲在房门后面当老六。唐小月将门拉开一道缝，可等她探出头后却愣了一下，因为最后2个访客是同时来的，并且还是一对父女。女儿正躲在父亲身后哭泣。中年男人目光诚恳地看向唐小月：“这是我的女儿小薇，请问您房子还有空位吗？如果有的话，求求您收留一下她吧。”听后，我端着步枪走到门口，空位倒是有，不过想进来的话，必须要先接受我的检查。男人点点头后，将女儿朝前推了一把。规矩我们懂。唐小月打开手电筒照向小薇的眼睛，发现她的整个眼球都十分红肿。唐小月立刻惊恐地看向我，她眼睛是红的。闻言，我将枪口对准了门口的小薇。你装的倒是挺像啊，老子差点就把你放进来了。小薇吓得蹲在地上不停地哭喊，她的父亲赶紧摆了摆手：“不可能啊，帅哥，这肯定是有哪里搞错了。”唐小月抓住我的胳膊：“这妹妹好像从刚才就一直在哭，你说她的眼睛是不是被哭红的？根本就不是艺人。”我盯着门外的2人，同时在心中思考着规则。规则说，当房屋内艺人数量大于等于2时，他们才会开始杀人。就算这个小薇真的是艺人，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在宿舍待着。想通这点后，我缓缓地放下了枪口。小薇的父亲松了口气，接着拍了拍他的脑袋：“赶快去哥哥的房间里面。”“爸爸，他刚才要杀我，我才不要进去呢！”可男人直接将还在哭泣的女儿推进了门内，随后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帅哥，以后就拜托您了，我还得去找他妈呢。”方便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2天前我们一家在地下室躲着，然后我妻子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去有专门接纳幸存者的地方。我妻子说她先去看看情况，如果安全了的话再来接我和女儿。但自从她去了之后，我们就失联了。直到今天晚上，我的手机也收到了短信，说让我来南城公寓207寻求您的庇护，然后我俩就一路跑到了这里。听完这些话后，我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原来每天的访客都是这么来的，有一双大手同时操纵着房主和幸存者的命运。可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收回思绪与他道别，将门锁好，坐回椅子上，静静地等待着今天的结算。片刻过后，电脑传出播报：系统第3日结算完成，房主陆哲庇护人类数量2，获得奖励金币200。现在公寓多庇护了1个人，便无需担心神秘瘦长男的下次拜访。短期内的生存危机暂时解除，那就该为长远做打算了。于是我便决定在明天天亮后出门探索。末世后周围是否有危险我都不清楚，万一哪天公寓守不住了，也好有个地方跑。睡醒之后，我打开聊天室准备联系赵凯，毕竟出门的风险太大了，我必须要找一个靠谱的盟友，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而赵凯这个敢把艺人请进房屋的猛男，则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翻找赵凯的头像，随后给他发了条私信：陆哲，老哥睡醒了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对方几乎是秒回：赵凯，找我什么事啊兄弟？我见状立马打字回复：陆哲，老哥，我打算今晚出门探索一下，想问问你有没有组队的想法。沉默了2分钟后，私信才传来新的消息：赵凯，
可以是可以，但我们还不知道彼此的位置。陆哲，我在城南公寓207室。赵凯，兄弟巧了，我也在城南公寓，是地下车库值班室，我俩说不定还真能出去看看。我看到消息的第一眼便兴奋起来。陆哲，那赵凯兄，等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去小区中心花园见面吧。前2天我还看到了有人在下面聚集，刚好可以看看那边是什么情况。得到肯定的回复后，我便开始做最后的准备。子弹目前还有90多发，这东西是不可再生资源，打1发就少1发，带个20发应该足够了。我将子弹放入裤子口袋，方便随时取用。这时唐小月拿着自热米饭走到我身边，今天过后米饭就吃完了。我今天打算去附近探索一下，说不定能带回来些食物。闻言，小薇立刻朝我投来敬佩的目光。每日的机械音准时响起，然而今天却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好消息。系统，从今天开始，当你们处决掉想要混入房间的艺人，将会有100金币的奖励。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中顿时一喜。之前杀艺人没有任何好处，每消耗1颗子弹都算是一种浪费。现在击杀艺人有金币奖励，今后升级房屋和购买物资都可以靠多杀艺人来加快进度。到了我和赵凯约定好的时间后，我将步枪扛在肩上，接着拉开了公寓的大门。我要是没回来，你俩也选个风水好地吧。唐小月眼眶带泪的点了点头，目送我离开后将门关闭。我小心翼翼的来到约好的地点，此时的花园尸横遍野。见此情形，我打开步枪的保险，究竟是什么东西能把这么多的人杀掉啊？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是你吗，陆哲？”听到动静，我立刻朝着声音来源望去，一个手拿砍刀的年轻男子正站在不远处。陆哲，你是赵凯吗？赵凯，是我。赵凯朝我走来之后，我们互相检查，确定了双方都是真人。一路上，我们看到了不少艺人的尸体，还有一些被艺人袭击后的幸存者残骸，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让人心里发紧。赵凯指向旁边的商场。我认识的艺人说商场里有不少物资，咱们一边找一些物资，一边看看能不能找到真人。我朝着这栋商场看去，楼上刚好有人掀开窗帘，在朝着花园这边窥探。见状，我握紧了手中的枪，那就进去看看。但我和赵凯找了半小时，却没发现半点真人的影子。我举着枪朝着走廊尽头慢慢摸索。你说咱俩是不是让一个艺人耍了？赵凯挠了挠头，还真有这样的可能，但说不定他是记忆紊乱了。那就看看楼上到底有什么，说不定还能找到幸存者，问问这楼里到底是什么情况。说着，我们便来到了2楼。2楼全都是被大肆破坏的痕迹，还有若隐若现的惨叫声。这一层基本也是毫无所获。正当我以为今天只能无功而返时，却在走廊的尽头看见了一个关着门的房间。我立马贴在墙边，小心，里面可能有人。赵凯将刀藏在身后，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吗？我俩没有恶意，只是来这里探索的。你要是听到了，还请方便开个门。没人的话，我俩可就进来了。空气沉寂了数秒，我上前一步，接着朝门锁直接来了一枪。随后我直接把门撞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具女尸。我稳定心神后开始观察房间，里面囤积了不少的食物和水。看来他肯定是死于意外，但房间里也没看见艺人的踪迹。想到这，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2天前的那个瘦长苍白男可能来过。按照提示来看，他应该会杀死没有收容其他人的房主。我看向死状凄惨的女尸，这女的是被那个瘦长苍白男杀的。我的话音刚落，身后却突然传出苍白男人的声音：“陆先生可真聪明啊！”我顿时感觉如坠冰窟，扭头看去，只见那瘦长苍白男正面带微笑的看着我。我咽了咽口水：“你怎么在这？”苍白男笑眯眯的盯着我：“我正在拜访这栋楼里面的房主呢，所以才会出现在这。外面这么危险，还请先生能待在自己的房屋中，不要出门。”我摸不透苍白男到底要干什么，但心中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我警惕地握紧枪，我的事情就不用你来操心了。苍白男听到这话愣了一下，不过依旧笑嘻嘻地看着我。对了，陆哲先生，我今天发现有很多房主似乎会主动攻击艺人，你们人类的生存策略好像发生了些许的改变。我的创造者对此十分不满，所以从明天起，艺人们也会直接对房屋发起进攻，我就不打扰江先生探险的雅兴了。待会儿在您宿舍门口见。苍白男说完以后便直接离开了，我甚至都来不及消化刚才他说的话，思绪就被赵凯的声音打断：“陆哲，你动一动啊！”我突然反应过来，一脸迷茫的看向赵凯。赵凯这才松了一口气：“哥，你下次能不能别这么吓人？刚才你说完话以后突然就不动了，我还以为你被上身了呢。”我苦笑了一声，那还真差不多了。但我又察觉到了一丝不对，赵凯一直守在门口，却没有看见瘦高男人离开，难不成他还会瞬移？我决定过会再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赵凯，先专注于眼前的事。我指着房间内的食物，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把这间屋子的食物给带走，等以后有机会再出来找超市。赵凯听后点点头，我也是这样想的。接着我们便开始整理物资，这女生房间里面的食物不算少，里里外外弄出来了2大袋子，我的书包直接塞得满满当当，而赵凯则是找了一个手提袋，把另外一半给拎上了。我哼着小曲来到了门口，正准备离开，却听到走廊中有些细微的脚步声。我将手电筒朝着走廊照去，眼前的一幕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原本以为门外没人，可等光一达才发现成群的艺人聚集在走廊，那些被照到的人全都瞳孔灰雾状或者双眼血红。我愣住片刻后扭头就跑，逃跑时还不忘提醒赵凯：“快跑啊，外面全是艺人。”我的话音刚落，就有一道身影跌跌撞撞的冲进我面前，我抬手就是一枪，那艺人的头连带着肩膀被直接崩飞。随着枪声的响起，外面的其他艺人也蜂拥而至，场景堪比高中生去食堂抢饭，想从楼道逃跑已经不可能了。赵凯打开窗户，直接从2楼跳了下去。见状我心一横，跟在赵凯后面跳了下去。我们立马朝着各自房屋开溜，甚至都来不及打声招呼，
我看着那些艺人像下饺子一样从2楼窗口涌出，汗毛都竖起来了。我骂了一声后，继续朝着自己的宿舍楼跑去。此时艺人和我的距离差不多1000米，好在我并非是天天办公的社畜，这点距离对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大学生来说是要命的。可才跑了5分钟，我已经感觉要把肺给喘出来了。这都多久没跑过了？累死我了！死腿，快跑啊！身后的艺人正在步步紧逼，好在我手上的步枪也不是烧火棍，每次快要被追上的时候，就会往身后放2枪，等子弹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也终于跑到了宿舍楼下，朝上看去，唐小月在阳台上对着我挥手。陆哲哥，快拽住绳子，咱们这栋楼里面也有艺人，千万别走楼梯上来。闻言，我立刻把绳子捆在腰上。唐小月一把抓住绳子，接着看向身旁的小薇，快跟我一起拉。接着2人使出吃奶的劲将我拉了上去。而追到楼下的艺人只能不甘地看着我上升，劫后余生让我笑出了声，对下方的艺人比了个国际友好手势，还想弄你陆爷爷，再练2年吧。然而一直稳步上升的我突然感到一阵失重感，我惊慌地望去阳台，你们2个在上面干什么？唐小月随即把头伸出阳台，对不起陆哲哥，是有人在宿舍外破门。我和小薇被吓了一跳，闻言我等不及2个人的拖拽，抓着绳子往上爬，赶紧拉我上去，我来看看是怎么个事。毕竟瘦高男说过艺人以后会直接进攻，此时绝不能掉以轻心。我翻进阳台后，唐小月立马凑了上来，陆哲哥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我无视了唐小月的关心，赶紧冲向自己的柜子，先别管这些，让我看看门口是什么情况。补充好子弹后，我立刻就冲到了门口。虽说原本的门窗已经被加固，但却也无法抵挡长时间的冲撞。就在我想上去看看什么情况时，一柄斧刃直接穿透大门劈了进来。我先是被吓了一跳，但看到大门上的洞后，气得直接骂了出来：谁的屁瘾犯了，也不知道控制着一点。这个门可是我花100金币升级的，你们这帮畜生赔我的门！说完，我顺着洞口瞄准门外，一连串的枪响过后，门外再无动静，绿色的血液顺着门缝流淌进来。我凑到洞口朝外看了一眼，周围是一片狼藉，但也没有了威胁。直到这时，我才脱力地坐在了地上。小维看着我满身的杀气，不敢乱动，唐小月却直接扑了上去。陆哲哥，你没事吧？我摇了摇头，我没事，就是有点累，我去洗个澡，你在这先守着。等我洗完澡后，公寓已经被2个女生打扫得一尘不染。因为刚才杀了一堆艺人，我便想着查看一下房主面板，看看是否会计算奖励。果不其然，电脑屏幕上写着几行字：系统，今夜来访者已全部结束拜访，开始结算第4日庇护成果。房主陆哲，庇护数量2，清除艺人数量8，获得奖励金币800，击杀礼包2。我清点了一下击杀数量，发现只有杀掉那些想要破门的艺人才会被给予奖励。我又点开击杀礼包的介绍，击杀艺人时的特殊奖励，开启礼包可能会获得任意奖励。懂了，这是打怪爆出来的装备。我立马点开了房主面板，将其中一个礼包打开。系统，恭喜您获得升级卡1张，可将任意物品免费升级至下一等级。拿到升级卡后，我心中一喜，这东西不错啊，不过用来升级门的话就有点亏了，还是留到以后再用吧。接着我又打开了一个礼包，这次获得了一些基础建筑材料，也还算不错了。我思考着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只提升大门肯定是不够的，要想办法升高安全屋的反击能力。想到这，我打开了商店选项，开始翻找商店类别，突然看到了其中一个选项炮塔。我点开一看，里面是各种主动防御武器，从人为操作的弓箭塔到能够发射炮弹的炮塔，这里面应有尽有。越高级的炮塔所耗费的资源和金币也就越昂贵。除此之外，炮塔的安装也有着必备的指标，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房屋面积，面积不够大肯定安装不了高级炮塔，不然一炮下去能不能弄死艺人不知道，但一定能把我的宿舍给震塌。我现在唯一能造的就是简易弓箭塔。我打开弓箭塔的介绍，简易弓箭塔需要1人操作，1人装填，可对无防护目标造成杀伤。建造弓箭塔的材料大概需要2000金币，但好在我刚才从礼包中开出了不少的材料，剩下的自己再补600金币就能把弓箭塔给造出来了。随后我又将剩下的500金币全部用于升级门窗，升级门窗成功，开始安装。随着系统的提示传出，门外传来一阵装修声。10几分钟的嘈杂过后，公寓的大门换成了一个大钢门，门上猫眼变成了观察窗，还有能将武器伸出去攻击的洞口。我兴奋地看向唐小月，这可比之前的大门有安全感多了。之后我再也不用以身犯险去检查访客了。唐小月听后气鼓鼓地瞪着我，你什么时候以身犯险了？明明每次都是我去开门。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头，不要在意这些细节。随后我又打开了仓库面板，安装弓箭塔。足足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弓箭塔才终于建造完成。建造完成的那一刻，宿舍中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房主将宿舍防御等级提升至3级，房主已拥有庇护更多人的能力，每日幸存者结算奖励增加100金币。闻言我惊喜万分，升级以后还有这种奖励吗？从明天开始，我每庇护一个幸存者就能给结算200金币了。小维和唐小月也十分开心，唐小月直接扑到我的身上，在我的脸颊上吧唧一口。陆哲哥，你也太厉害了吧！小维也默默地走到了我的面前，谢谢你，我以后会报答你的。我嘿嘿一笑，你别报复我就行。在我将宿舍整体升级过后，也终于迎来了第一个访客。结算完毕后，又有人敲门，我想都没想，就知道是瘦长苍白男来了。我将大门的观察窗打开，苍白男的脸刚好就贴在上面，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想问陆哲先生一个问题，请您如实回答，在您房屋中有除您之外2个及以上的幸存者吗？我尽量不把目光放在他可怕的脸上。有的，又多了个18岁的小姑娘。
苍白男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那您真是艳福不浅啊！希望您下次还能这么好运。我2天后还会再次拜访，到时候您的房屋内要有最少4个幸存者，之后的生存会更加艰难，请您一定要活到与我见面的时候。苍白男说完以后便离开了。见状，我坐回到椅子上松了口气。这时躲在侧卧的唐小月才把头伸了出来。陆哲哥，那个跟鬼一样的男人究竟是从哪来的？他好可怕啊！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但他给我的感觉像是一种检察官，他会检查房主们是否完成了他设定的目标，而没有完成的将会被清除。唐小月满脸担忧地看向我。那之后他给我们提的要求越来越高，直到我们无法完成呢。我叹了口气，那我也不知道。接着我话锋一转，不过我觉得一定会有办法的，只要活着，咱们就还有机会。我的房屋能升级，总有一天会升级到一人无法破开防御的程度，我们说不定能一直坚持到末世结束呢。我说完以后，唐小月立马就扑到了我的身上。陆哲哥，有你这句话我就不怕了，我和小薇都相信你。折腾了一天，我们都累极了，在升级后房屋的保护下，我难得睡了个安稳觉。第2天醒来后，我照常坐在了沙发上，看着聊天室聊天记录，我打字询问兄弟们还好吗？我感觉大家都不到群里面说话了，回应我的只有少数几个房主。房主甲，有没有可能大多数房主都死了？房主乙，咱们这些算运气比较好的。房主丙，还真是。我查看了一下区聊天室房主群，里面70%的头像都已经灰了，剩下的也只有30多人还活着。好在赵凯的头像依旧是亮的，这时他也在群里冒了个泡。无论如何，大家都先尽力活下去吧。今天的播报快开始了，先干正事。随着时间到达6点，播报也准时开始，冰冷的机械音准时响起。我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就有些恶心，因为听到它就代表着灾难依旧进行，所有人还需要在末世中继续挣扎。系统，各位幸存者们，真是久违了。继昨天宣布杀死1人可以获得奖励之后，大家有没有对此进行过尝试呢？击杀榜稍后会在各个区域的房主群中公布，各位可以看看自己是否榜上有名。同时，今天我依旧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楚尾应急部队已经对1人完成了初步的研究。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英雄们将会深入到各个区域开始探索。各位房主看到应急部队人员请勿惊慌，并且全力配合应急人员的调查，违抗者将会遭受责罚。听到这里，小薇也扭头看向我，一旁的唐小月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欢呼：太好了，陆哲哥，你听到了吗？是应急部队的人来了，我们是不是有救了？我摇了摇头，别高兴得太早，这楚尾应急部队是哪来的组织都没听说过，别把他们想象成什么救世主。现在唯一能够救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住着的宿舍，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就算他们来了，我觉得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对这个楚尾应急部队没有任何的好感，他们要是真的想要救人，在末世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何必等到现在呢？而且他们在这场末世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我还一概不知。万一这1人是他们整出来的，还真说不准呢。随后我再次将注意力放回系统，接下来又给我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系统，根据楚尾应急部队的最新发现，分辨1人的特征再次增加，有些1人替代了被高温烧死的人类，所以他们身上会有烧伤的痕迹。今日将会有5名来访者，各位房主在甄别时一定要仔细检查。说完，机械音消散了。A 区1人的击杀榜也出现在了群聊之中。我看了一眼，果不其然，自己以昨天6个击杀荣登榜首。我对此早有意料，所以并不算很惊讶。可第2名不是赵凯，才让我提起了兴趣。王平，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名字，只要在群里面说过话的人，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印象。难不成这家伙一直潜水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吗？这时小薇站在阳台边注视着下方，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扭头看向我的方向，惊愕大喊：你俩别聊了，快过来看看下面广场，有一堆穿着防化服背着枪的人。我和唐小月立刻来到阳台朝下眺望，原本躺满死尸的广场上，现如今停放了7、8辆皮卡车，车上下来了几十名身着防化服身后背着枪的士兵，他们正把周围的尸体搬运到车上。很快广场上就不再那么触目惊心，看到这一幕的不只有我，其他幸存者看到楼下的士兵后都爆发出了欢呼声。有些人聚集在床边摇旗呐喊，有人更是直接跑到了楼下去欢迎自己的救世主。小薇见状也想站起来呐喊，可她刚刚抬头就被我一把揪住。你干什么？小薇掰着我的胳膊天真的看向我，你拦我干什么？这些人不就是新闻里面说的楚尾应急部队吗？他们过来不就是为了来救我们的吗？我无语的扶额，谁告诉你他们是来救人的？末世前的时候，新闻都不见得能全相信，现在都已经末世了，你还这么天真呢？被我这么一说，小薇终于稍微冷静了下来。不过这18岁的少女骨子里面总有一股派服，她还在嘴硬，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吧。我们辨别1人的方式，不就是他们发现的吗？他们要不是为了救人的话，跑到我们这来干什么呢？我冷笑了一声，说得好，那你猜猜他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正常人和艺人去完成他们研究的呢？这下小薇彻底哑口无言了，心中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将小薇推进宿舍后，将窗台拉上，你要接受和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想在我这边住，也需要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将今天晚上大家吃完后的餐盘递到小薇手上，从今天开始，宿舍里面的内务都交给你来干了。前2天你刚刚过来，还需要适应，让你吃2天白食也没什么，以后要还以为自己能不付出劳动就可以获取食物，那你趁早还是滚出去吧。我可不会仗着小薇漂亮就对她降低标准，想要被收容和保护，那就必须得付出自己的劳动。小薇看着自己手上的餐盘有些不可思议，她长这么大从没干过这种事情。唐小月叹了口气，走上前去准备接过餐盘，还是我来吧，你先在旁边学一下，之后就知道该怎么洗了。我抬手拦住了唐小月，不，就让她去，我不给小薇任何偷懒的机会，就是要改一改她的大小姐脾气。小薇气鼓鼓地拿着盘子走向水池，去
就去。我继续看向电脑，大部分的房主和我一样，都选择先观望，并且把注意力放在挺过晚上。今天可是有5名访客，是末世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我一边玩电脑一边等待，差不多到11点的时候，第一声敲门响起。唐小月走到门前，将观察窗打开。您好，如果您想要进来，请接受检查。先把嘴张开。唐小月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门口的人呲着大牙在笑，那牙齿排列异常整齐，并且双眼血红红膜如灰雾状。在观察窗打开的瞬间，他就伸手到门内，想从里面开锁进入屋内。唐小月被吓得跌坐在地。陆哲哥，这个人是异人。闻言，我跑到了弓箭塔后方。好的，交给我。这次我打算使用弓箭塔解决掉这个异人。步枪子弹宝贵，到目前为止商店还没开放购买，应该是我的防御等级还不够，有些商品就被限制了。我操纵弓箭塔瞄准观察窗，这弓箭塔操作起来不难。唐小月也趁机把铁门上的武器孔给打开了，异人的胸腔位置暴露无遗。那异人发现门打开了一个洞，好奇的弯腰查看，可就在他低头的瞬间，一支1米多长的箭矢直接朝着他面门射去。我精准的射中了异人的眉心中央，即便是作为人类骨骼中最为坚硬的头骨，在弓箭塔面前也显得十分脆弱。箭矢直接贯穿了头颅，异人尸体瘫软在了地上。清理完尸体后，我盘算起今夜是否要放人进来。明晚瘦长苍白男就要过来检查，宿舍里面需要收容4个及以上的幸存者，那也就是说再收留2个人。希望运气好点，赶紧来人类幸存者吧。我在心中默默祈祷，现实却并没有这样发展。一直到3点钟，我一共迎接了4名访客，这4个人都是异人，其中3个眼都不演了，就直接想要破门进来，还有1个想要混进来，但却被我直接一箭射死。我有些担忧的守着大门，要是明天的情况和今天一样的话，咱们就得重开了。与其在家等死，不如去外面荒野求生。唐小月在旁边劝慰着我，但心里也同样着急。小薇压抑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直到大门第5次被敲响，我们全都深吸一口气，所有人都期盼着这最后1名访客是一个正常的幸存者。唐小月走到门前，打开观察窗，照旧说着自己的台词：我们这边还有空位，想要进来请先接受检查。门外传来一道男声：没问题，我们知道规矩。唐小月拿出手电筒朝外照去，却发现走廊上站着的是一男一女。这对男女年龄不大，也是20出头的样子。女生躲在男朋友背后打量着唐小月，而唐小月在见到他们以后，却跟见了鬼一样，扭头看向我的方向。陆哲哥，出问题了！门口一次性来了2个人。我听后也懵了，直接凑到观察窗跟前，还真是2个人。门口的男生见到我和唐小月后，挤出了一张谄媚的笑脸。大哥大姐，我和我女朋友一起过来，这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您那边的收容不了我们2个？我摆了摆手，不是这个问题，你先等等。随后我将观察窗关闭，拉着唐小月蹲到墙角。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记错了，所以问你一件事情，今天新闻里面是不是说过今天的访客是5人？唐小月一脸认真的点点头，我记得也是5个人。我们又同时看向了小薇，小薇点了点头，我也听着是5个人。我挠了挠头，那见了鬼了，今天的访客可是一批一批来的，不像是昨天那些异人要破门，是直接一波来的。那按理来说就应该是5个人没错啊，门外为什么站了2个？这啥意思？买1送1吗？唐小月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说出了自己想法。陆哲哥，你说有没有可能新闻播报出错了？他指的5个人，实际上是5拨人，这最后一波刚好是2个。小薇站起来反驳，那也不对啊，我和我爸不就是一起来的吗？当时我们2个都算做了访客。唐小月摩挲着下巴，说不定随着时间的变化，新闻上的信息也会出现纰漏。我点点头，肯定了唐小月的猜测，倒是有这个可能。你们先别急，我去问问。我想到聊天室从今晚开始就不会禁言了，于是立马询问其他人是否遇见这个情况。然而不仅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我的消息反而在群里传播了恐慌。每天的系统公布的新闻重要性，对我们这些房主来说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房主们是依靠着新闻提供的信息存活的。现在告诉他们，新闻都已经不可信了，那他们该相信什么呢？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门口2人。为了应对瘦长苍白男的检查，是放是杀我也拿不准。此时门外的敲门声再次传来，那男生等得有些急了。哥，你们要是不愿意收容的话，我和我对象可要走了，再过一会儿天就要亮了，我们要是再找不到安全屋，就要出大事了。我叹了口气，准备将这对小情侣放走，将希望寄托于明天。正当我再次将观察窗打开，准备让2人离开时，一阵断断续续的电流声突兀的出现。手摇收音机，信息有误，多出了1个人，他们有些越过了我们的观察。唐小月和小薇瞪大眼睛，同时看向书架上手摇收音机，一直以来被我当成装饰物的收音机，刚好在此时传来了陆陆续续的信号。唐小月惊讶地抓住了我的胳膊，陆哲哥，这收音机好像说的是我们今天的事情啊！我听出来了，我也十分意外。我从未想到这收音机竟然还能接收到信号，看来明天得研究一下。随后我又将注意力放在了门口的这对情侣上。如果按照收音机上面的说法，那今天的超员并非只有我遇到，而是楚伟应急部队那边的信息有误。既然这样，我就不用怕了，直接把2人当成正常的幸存者检查就好。想到这，我看向门外的2人，你们2个不用走了，我这可以容纳得下你们2个。不过想要进来之前，得先接受检查。男生脸上露出了庆幸的表情。那您得快一点了，马上就要天亮了。我打开了手电筒，我知道分寸，别催我。手伸出来检查一下手指，2人拉着手把手伸了进来。这第1项检查2人勉强过关，我又将手电照向2人的眼睛，也一切正常。最后1项，你们2个把衣服脱了，除了必要的遮挡外，其他一概不留。男生听到这话后愤怒地指着我，这是什么检查方式？你该不会是想占我女朋友便宜吧？这可不行，我都没看过呢，哪轮得到你？
我气得白了他一眼。我宿舍里面还有2个女幸存者，哪个不比你女朋友漂亮？男生依旧面红耳赤的辩驳。那也不行，我们不在你这住了，大不了让其他房主收留我们。刘念，咱们走。男生说完就要拉着自己女朋友离开，可刘念却一把将男生手甩开。王明，你有病吧？马上就要天亮了，我们还能去哪？你要想去送死你就去，我就在这了。刘念说完后就开始脱自己的吊带，我总觉得这动作似乎有些熟练。王明也不敢忤逆刘念的话，眼中含泪也在拖着自己上衣。这王明的身材没什么好看的，差不多就是皮包骨，还算比较正常。但刘念的身体就需要说道说道。等他袒露自我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小看他了。然而当我看到刘念的后背时，却发现他背后有一个黑斑。见状我再次警觉起来，你背后的那个黑色是哪来的？这王明和刘念一人出现了一条特征，如果他俩都是异人，如果我将他们给放进来了的话，当宿舍中异人数量大于等2，那他们就会开始杀人。刘念扭头看着我，摸了摸自己背后的黑斑，这个是我的胎记，我从小到大都有。一旁的王明惊讶地看向刘念，宝宝，原来你后背还有个胎记啊，我都不知道。刘念翻了个白眼，废话，你又没看过，当然不知道啊。这时我打断了2人的对话，给我证明这个是胎记的证据。刘念沉默片刻后叹了口气，我没有存我小时候的照片，所以没法给你提供证据，但我这确实是胎记，并且小时候还做过一次激光手术，差不多是在我6岁的时候。闻言我想起赵凯曾经做过的测试，一般艺人都不记得比较久远的记忆，距离他们被替代时的时间越久远的数字，记忆就越模糊。我一脸认真地看着刘念，那个豹子追着人的广告知道吧？告诉我，这豹子为什么要追他？刘念和王明同时一愣，刘念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因为他有极之糖浆。听后我将宿舍门打开，回答正确，你俩进来吧。公寓只有2个房间，你们来得晚，就睡在客厅吧。一听到客厅，王明立马有点不高兴，不过也没说什么。可刘念却看到了主卧的床，不是还有一个位置，我睡在这不就行了？我直接摇了摇头回绝了他，不行，你还不配，主卧是我的房间，所以你没有资格在这睡觉。刘念低头看着我手中的步枪，又看了看门口的弓箭塔，撇撇嘴，那好吧，那等我俩熟了以后是不是就能一起睡了？说到睡这个字的时候，刘念还故意把语气加重了一下，而我依旧面不改色的看着他，到时候再说。刘念对着我眨了眨眼，那好吧哥哥，可我一个不敢睡觉呢，希望哥哥能尽快对我放下戒心吧，等那个时候，我保证哥哥会对我满意的。刘念说完就走向了客厅，当门关上的时候，我打了个寒战。一旁的唐小月和小薇看着刘念，无声地说绿茶婊。随后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外面的天光开始放亮，电脑也传来了结算的提示音，系统开始结算，房主陆哲，庇护人类数量4，获得奖励金币800。听到这里，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也终于能休息了。第2天下午，我又思考起了食物的问题。上一次我出门弄回来的食物可以供我们吃5天左右，但现在多了2张嘴，这些食物就只能支撑3天了。吃完之后到底是出门探索，还是直接从商店里面买？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外界虽说是危机四伏，但却并非没有人类在地面活动，那些除伪应急部队不就是吗？所以对于这点来说，我更倾向于去外部收集，宝贵的金币则用来升级房屋。于是我做出决定，等今晚的瘦长苍白男检查完之后，明天叫着赵凯再出一趟门吧。瘦长苍白男的到访比预想中早了1刻钟，走廊里没有半点脚步声，那道惨白的脸就那样突兀的贴在观察窗上，冰冷的视线扫过公寓里的4个人，没有多余的废话，只冷冷的看了我一眼，丢下一句：2天后，6人便如同来时一般悄无声息的消失。他走后，公寓里的气氛依旧凝滞。王明缩在沙发一角，脸上满是惊惧。刘念倒是镇定，倚着墙把玩着头发。我看向唐小月和小薇，叮嘱道：明天一早，我和赵凯出去寻找物资，顺便找找能收留的幸存者。你们2个守着公寓，敢有半点疏忽，后果你们清楚。2人重重点头。王明却怯生生的开口：那我们呢？我也能帮忙的。刘念踹了他一脚：我们也会帮忙照应，就是哥哥你出去的时候可得小心点，多带点物资回来。我没回他的话，转身进了卧室，将子弹分装好，又检查了一遍步枪，这才躺到床上。天刚蒙蒙亮，我便背着背包出了门。按照之前和赵凯的约定，在小区中心花园碰面。花园里的尸体已经被除伪应急部队清理干净，只留下满地的暗红色污渍和刺鼻的血腥味。赵凯正靠在一棵枯树旁，手里的砍刀磨得锃亮。看到我来了，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昨晚那鬼东西又来找你了。我也被通知了，2天后要5个人，这门槛是越来越高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边走边说：我们朝着小区外的大型商场走去，那是我们昨晚商量好的目的地。商场里物资充足，足够公寓里的人吃上好一阵子。除伪应急部队的人你怎么看？昨天他们清理了花园的尸体，不少房主都下去投奔了。赵凯的脸色沉了下来，啐了一口：一群来路不明的东西。我昨晚看到他们把尸体拉到了城郊的仓库，根本不是什么处理，更像是运去研究。我怀疑异人的出现和他们脱不了干系。这话和我心中的猜测不谋而合。我点了点头，2人一路警惕，避开了几波游荡的异人。这些异人似乎比之前更聪明了，有的甚至学会了躲在楼道里伏击。好在我们2人配合默契，我用步枪远处射击，赵凯用砍刀近身搏斗。一路下来，倒是解决了3个异人。系统提示的金币入账声成了末世里最动听的声音。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了商超。商超的卷闸门半拉着，里面黑漆漆的，透着一股阴冷的气息。门口横七竖八倒着不少购物车，还有几具异人的尸体，墨绿色的血液流了一地。我和赵凯对视一眼，赵凯掂着砍刀，
率先钻了进去。我端着步枪跟在后面，打开手电，里面一片狼藉，货架倒了一地，零食饮料洒到处都是，空气中混杂着食物过期的腐烂味。我用手电扫过四周，突然发现货架后面有一道微弱的身影，正缩在那里瑟瑟发抖。我大喝一声，步枪对准了那道身影。谁？那身影被吓了一跳，抬起头露出一张满是泪痕的脸，是个20多岁的女生，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看起来不过5、6岁。两人的脸上满是灰尘，眼睛里都是恐惧。别开枪，我们是真人。赵凯走上前，检查了一下两人的指甲和眼睛，冲我摇了摇头，是真人，没什么问题。女生见我们没有恶意，终于松了口气，抱着小女孩放声痛哭了起来。我叫林婉，这是我妹妹念念，我们俩躲在这里3天了，外面全是异人，我们不敢出去。我看着姐妹俩，心中一动，这正好是2个人，要是能收留他们，刚好能凑够瘦长苍白男要求的6人。我蹲下身，看着小女孩念念，声音放柔了些，跟我走吗？我有安全屋，能保护你们。林婉愣了一下，随即拼命点头，两眼放光，犹如见到了救命稻草。走，我们跟你走。我和赵凯收拾物资，林婉抱着念念在一旁帮忙。小女孩很乖，不哭不闹，只是紧紧抓着姐姐的衣角，偷偷的看我。超市里的物资比预想中更多，我装了满满2个背包，饼干罐头、矿泉水，这些东西足够公寓里的人支撑半个月。回到公寓，唐小月和小薇看到我带回了2个人，还有满满2背包的物资，都露出了惊喜的表情，欢喜的过来帮忙。王明和刘念也凑了过来，看到林婉母女，刘念嘴唇动了动，最终却没说什么。公寓里一下子挤了6个人，感觉有点转不开身，不过也算暂时满足瘦长苍白男的要求。对于能活下去，拥挤点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唐小月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瓶水。接下来打算怎么办？那鬼东西下次指不定要多少人。我喝了一口水，看着天边依旧泛红的月亮，眼神坚定，守好这公寓，多找些幸存者升级防御。不管是异人亦或是那瘦长苍白男，想要动我的人，就得先踏过我的尸体。说话间响起敲门声，我一愣，看了下时间，正好是12点，现在应该是睡觉的时间才对，怎么会有人来敲门？难道异人已经进化到能在白天来访了？带着疑问，我警惕地打开门上的观察窗，看到在门口的是2个穿着生化服拿着枪的人，是厨艺救援队。他们其中一人说，明天我们会从你这带走一个人，今天是先来通知你的。我一愣，凭什么要给你们？我们是通知，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不交，他晃了晃手里拿着的枪，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完转身就走了。我关上观察窗，打开系统的聊天室，打算联系下张凯问问他那边的情况。我连发了几条信息，等了好久都没见回复。我暗道，难道出什么事了？这时唐小月给我送来泡好的泡面，虽然这次我带回来2大背包的食物，但是我们人数也在不停的增加，还是要省吃俭用。我让唐小月给每个人分了1瓶水、1个泡面或者面包。念念是小孩子，正在长身体，所以多给了1包饼干。我一边吃着泡面一边想着，偏偏厨艺救援队也是明天来要人，可是我这人数刚好够应付苍白男，如果在白天交出去，晚上苍白男来的话要怎么办？就在我头痛之时，忽然听到旁边传来一阵哭声，我走过去，怎么了？念念坐在沙发上哭，刘念站在沙发边上，手里拿着1包饼干。他看见我过来，赶紧说：“哥哥，我刚才没吃饱。”看这小丫头饼干也不吃，我就帮她吃一点。我无语，你不干活在这白吃，还抢小孩子的食物。这时王明在旁边说：“念念也是饿了，要不再给我们分点吃的。”我真的是气笑了，这些人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是像之前一样，食物随便去超市就能买到吗？我没理王明，看着刘念，今晚的访客由你来检查，在我这谁都不能白吃饭不干活。刘念一听，贴了过来，哥哥，是你和我一起检查访客吗？我一把推开他，是你自己。说完，我走到念念身边，对抱着他的林婉说：“对付异人你不敢反抗，怎么别人欺负到头上你也不敢反抗了？”林婉看着我，红着眼眶。我看着他们，顿时感到头大。我回到卧室，这时唐小月进来：“陆哥，明天你想交谁出去？”我拍了拍他的头，这个厨艺救援队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来路，他们要这个人去干什么也没说清楚。不过你放心，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你交出去的。他这才放心的出去。转眼到了晚上，我让唐小月看着刘念，免得他万一放异人进来就糟了。小维操作弓箭塔，让他们互相配合。我打开系统聊天室，果然大家都在讨论明天要交出一个人的事。房主甲，这个厨艺救援队是哪里来的？有人知道吗？房主乙，明天要交出一个人，各位房主你们选好了吗？房主丙，他让交就交啊，老子就不信了，不交能怎么样？我仔细看过，经过这几天，只有20几个房主是在线状态了，信息还在不停刷新，私信里张凯还是没有回复我。这时唐小月叫我：“陆哥！”我赶紧走出卧室。怎么了？唐小月擦着脸上的汗，今晚来访的艺人有点怪，力气比昨天大了很多，情绪也更暴躁了。我一惊，艺人的进化比我想象的要快。我走出房门，看到刘念坐在门口的地板上，手捂着胳膊不断发抖，嘴里嘀咕着：“太可怕了。”我疑惑地看着唐小月，刚才检查一个艺人的时候，有个艺人抓了刘念一下，不过艺人已经被小薇击杀。唐小月撇了撇嘴，刘念是被吓到了。我检查了一下门，发现钢板上被撞出了几个坑，现在我这是3级防御，竟然撞成这样，看来要赶紧升级防御，如果跟不上艺人的进化速度，早晚要被艺人破门而入。这时刘念突然抱着我的大腿：“哥哥，你让我做别的吧，我不要检查来访者，太可怕了。”我动了动腿，被抱得太紧了，竟然一时没甩开。那你是想出去搜索物资？刘念摇摇头。那你想击杀艺人给我赚金币？刘念又摇了摇头。我一脚踢开他，
这不干那不干，你还挑上了。这时王明看到我把刘念踢开，赶紧去扶。哎，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的宝宝？我挑眉看着他，怎么不服？王明顿了顿，有话好好说嘛。又低头对刘念说，咱们去那边。不理他，要不是因为苍白男要求人数，我连门都不想让他们进。待到天亮，果然又响起熟悉的系统结算声音。系统开始结算，房主陆者，庇护人类数量6，获得奖励金币800，获得击杀奖励400，获得击杀礼包星号2。看到击杀奖励，我一阵惊喜。今晚是小薇在操作弓箭塔，没想到也能结算奖励，难道是因为使用的是系统弓箭塔？这个等着后面再验证一下。可是我又疑惑的抬头看着林婉和林念念，为什么庇护他俩没有奖励金币呢？从人数看，他们明明是真人。这时我注意到系统旁有个红色的感叹号，我点开一看，安全屋庇护人数超出现有能庇护数量，需要提升等级，并提升安全屋舒适度，可以增加结算金币。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安全屋的庇护人数是有限制的。我看着眼前这个房屋的空间确实是太小了，不要说舒适度，现在几个人都不能同时在客厅活动。我点开系统，看着账户里面的余额，金币数量还不够。我现在紧急的事情有2个，一个是要尽快提升安全屋的防御，一个是要提升安全屋的庇护人数。如果把舒适度提升上来，还能增加金币数量。也就是说，如果人数足够多，那我每天能得到的金币是源源不断的。而提升防御可以放在明天或者后天有更多金币的时候。想到这，我果断点开商店的升级页面，找到升级房屋，点中增加卧室和侧卧。房子突然微微的震动起来，在卧室和侧卧的旁边的位置发出了装修的声音，空气中仿佛有个透明的墙在阻挡。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后，装修的声音同时停止。我看着卧室和侧卧旁边多出来的一扇门，打开走了进去，都多出大概50平的样子，能分别放4张床。我在商店买了床放上去，又买了8个小桌子放在床的旁边，其他的就暂时先不买了。现在能有个干净的床能躺着睡觉已经是非常舒适了。我把原来的卧室命名为1号卧室1号侧卧，新增加的命名为2号卧室2号侧卧。王明看着新增加的卧室和侧卧，高兴地说，我和宝宝可以到这里住吧。我点了点头，这间卧室你俩还有你俩。我手指点了点王明和刘念，又点了点林婉和念念，你们4个一起住。刘念嘟着嘴，哥哥，这间卧室这么多人，我想和你一起住，要不然我去那个2号侧卧也行。我平静地看着他，你不想睡床，那就继续睡在客厅。刘念不情愿地进了2号卧室，我准备回1号卧室睡觉，看到小薇站在卧室门口，显然是在等我。怎么了？小薇双手握在一起，不安地看着我。我看到她这样子，打开卧室的门，进来说吧。她跟进来以后连忙说，我现在已经能很熟练地操作弓箭塔了。我点点头，你学得很快，那我能算是有贡献的人吗？我这时才明白他想问什么，故意逗他说，你之前不是还想去找厨艺救援队，现在刚好有这个机会。虽然不知道他们要人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想来那边待遇肯定比我这好，没准能自己住一间房呢。我话还没说完，就见到小薇的眼泪啪嗒掉了下来。我不想去，我会学着做更多的事，你不要把我交出去。我笑着问，要是舍不得我，那就不去。小薇红着脸一跺脚转身跑了。我想留在这里。小薇走后，我躺在床上想着，这个厨艺救援队要每个房主教1个人，是做什么呢？是扩充队伍。不知不觉带着疑问睡着了。等我睡醒看手机，已经是下午3点。走出房门，看到小薇站在阳台往外看，我走过去，看到窗外楼下的小花园里停着2辆车，10几个穿着生化服拿着枪的人围着不远处一栋楼的楼门，看他们一副警戒的样子，像是在和楼里的什么东西僵持着。我问小薇怎么回事，半个小时前2辆车就开过来了，然后就一直围在那里。我仔细看着那栋楼，今天天气晴朗，阳光照到对面楼的玻璃上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我突然想到苍白男，会不会是他？这时我看到一直围在外面的那些人动了，他们警惕地分了几个人进了楼门，不多时看到外面留下的人也都进了楼，然后突然看到那栋楼晃动了一下，一阵强烈的爆炸声，接着就是火光，惨叫声其此彼伏，有人身上着着火从楼上跳了下来，可是太高了，那些人仍然不顾一切跳下楼，染红了楼下的地面，像开了一片红色的花朵。看到这一幕，小薇捂着嘴惊呼，我心道不好，要出大事。果不其然，不到1个小时，又来了一辆车，下来了几个人，不顾楼里的火还在烧，冲了进去。不多时，我看到他们拿着一个黑色的包走了出来，坐上车后迅速驶离。那是什么呢？能让厨艺救援队不顾这么多人命都要得到的东西。今天下午的气氛极其沉默，我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游戏，其他人都在房间没有出来。如果厨艺救援队的人非要带走1个人，那就试试看谁的枪厉害了。这时敲门声响起，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终于来了。我把门打开，门外果然是身穿生化服拿着枪的队员。他们看到我开门，你们这里有几个人？还有位置吗？我一愣，什么意思？那个队员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有队员受伤了，想找个房主收留我们。我往他身后看去，果然后面有个队员，还扶着一个被烧得焦黑的人。我这倒是还有位置，要让我先检查一下。他连忙道，我明白。按照规矩检查后，我侧身让他们进来，指着2号侧卧说，你们去那吧。他俩扶着受伤的人进去了。安置好后，那个队员出来了，他介绍道，我叫冯辉，是这支队伍的队长，那个叫李强，受伤的是王刚，我们是刚才在爆炸中的生还者。这时唐小月说，那你们怎么不回厨艺救援队？冯辉苦笑道，我们任务失败了，按照规矩回去也会被罚，而且没人知道我们3个还活着。我问道，你们的惩罚是什么？冯辉没有再回答，我也就没有继续问下去。一直到晚上都没有人再来敲门，看来厨艺救援队今天不会来了。冰冷的系统音准时响起，系统今天起将不再公布分辨艺人特征，稍后将更新艺人击杀榜，位列前3的房主有额外奖励，今后来访者将不会统计数量，各位房主要努力活下来。
我听完彻底愣住了，难道异人已经进化到系统也难以分辨的地步？我后背冒出冷汗，系统也没办法统计今后来访者的数量了。这是出了什么事？如果没办法通过系统得知消息，那我们怎么办？这时我发现张凯回复了我的私信。张凯兄弟，我这出大事了。昨天我外出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屋里有真人被异人杀死了。我一惊，陆哲，你之前没好好检查。张凯，不是，是没分辨出来。今晚我这屋里就剩下2个人了，那鬼东西来了的话，估计我也活不过今晚了。如果我明天没回复你信息，你来我这把物资全拿走吧。陆哲，你来我这。张凯，不行，我试过收留其他房主，结果刚到12点那个房主自爆了，关掉私聊界面。现在快到访客拜访时间了，我不能过去帮忙，只希望张凯能躲过这次危机。这时唐小月拿着那个收音机走了过来，陆哥，这个刚才发出了声音，我接过来，收音机滋滋直响，不多时传出来一阵欢呼，有个人大声喊着：路人甲！这场战役中我们取得了胜利。然后有很多人一起欢呼的声音，又等了一会才发现再也没有发出声音了。我问唐小月，这个收音机之前说了什么？之前听到收音机响过一次，这2天没事就研究了一下，刚才调频道的时候听到这个频道在说话，但是那会好多人在说，听不清讲了什么。我把收音机放下，今晚不知道会来几波来访者，等一会大家都准备一下。好，我去通知他们。唐小月说完就走了。很快响起一阵暴躁的敲门声，门外的人似乎很急，门被敲得又震又响。还是刘念去开门检查，他刚打开观察窗，就听见他刺耳的尖叫。我抬头看过去，刘念急急向后退去，只见观察窗伸进来一只胳膊，胳膊干瘦硬黑，5个指尖尖锐泛着青黑色。还好刘念反应快，退得及时，不然被抓一下怕是要劈开肉绽。我赶紧去厨房找了几把菜刀，甩了甩挑了一把还算趁手的。外面的敲门声一直在响，门被敲得簌簌直落灰。我来到门口，那只胳膊还在四处乱抓，掂了掂手上的菜刀，用力砍了下去。外面响起一阵嘶吼声，绿色的血液四溅，那只手掉在了地上，手指动了几下后就僵直了。外面的敲门声短暂的暂停了，然后就是更加大力的敲门，那不像是在敲门，更像是在砸门。从观察窗的窗口又伸进来4、5只胳膊，各个方位胡乱的抓着。我拿着菜刀又砍了一只，去把王明喊出来，别躲在屋里装死。唐小月听我这样说，赶紧进去喊。不一会，王明哆嗦着出来了，你去厨房找把菜刀来砍。王明在厨房磨蹭着。冯辉这时过来看到，二话不说，直接去厨房拿了把菜刀。我俩在房门的2边，门外伸进来几只，我们砍掉几只，不多时，已经砍了有10几只手。门外的敲门声停了下来，我趁机打开武器孔，对小薇说：“就是现在，射击！”只听门外惨叫声此起彼伏。我等了一会，端起枪打开门冲了出去。门口躺着几个被小薇射杀的异人，不远处还站着几个只有1个半胳膊的异人。见到门打开，又嘶吼着冲了过来，我眼都不眨的开枪，把他们全都爆头。天花板上滴着黄白色的脑浆，整个走廊绿叶横流，腥臭无比。这才是第1波而已，怪不得系统不再统计拜访数量，眼前的状况已经没办法统计了。我赶紧回到房间，打开系统里面的商店，找到刀具，买了几把砍柴刀。现在我等级不够，在商店里面还买不到枪械。刚才击杀的这些异人又让我小赚了一笔金币，把砍柴刀给了冯辉，不愧是正规地方出来的，下手快很准。又去厨房把王明揪出来，给了他一把砍柴刀。我身上沾着刚才见到的粘稠绿叶，眼神冰冷的看着他，等会再来异人，你给我往上冲，不然老子就砍死你。王明哆嗦着拿着刀连连点头。这时我浑身汗毛竖起，我回头一看，苍白瘦长男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在门口微笑着看着我。晚上好，陆先生。看起来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没好气地说，对，我这里现在有9个人，已经远超你要求的人数，连下次的都完成了。苍白瘦长男闻言，眯着眼朝房间里看了一圈，又笑道：陆先生运气不错，不过谁告诉你下一次的要求还是人数呢？我一愣，那是什么？苍白瘦长男微笑，那就等下次见面了，我很期待呢。说完就快速的离开了。我看着他离开的位置，这个苍白瘦长男到底是谁？是谁在发布任务？还没等我想完，就见走廊尽头走来了一群异人。我赶紧关上门，招呼众人来干活了。等天微微亮，我喘息着放下枪，看着拿着砍柴刀弯腰喘息的冯辉，这是第几波了？冯辉嗓子干哑道：第4波了。还有吗？我摇了摇头。陆哲，天亮了，没有了。脑子里响了一晚的金币提示音，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刘念，你和林婉把门口打扫一下。我看着王明，拍了拍他的肩，干得好。他顺着我拍的力道跪了下去，然后不停的干呕。我赶紧回了1号卧室，这一晚上累坏了，要去洗漱一下睡一觉。等我一觉睡醒，看了下手机，已经是下午5点了。我想起张凯，赶紧打开私聊。陆哲，张凯兄，你怎么样了？又顺手打开聊天室，发现亮着绿灯的房主又少了一大半，只有几个人在说话。房主甲，我操，昨晚来了一波的异人，还好我这里有个健身的大哥。房主乙，昨天厨艺救援队从我这带走了1个人，说以后每天都会带走1个人。我看了会聊天室，张凯还是没有回复我。我关掉聊天框，打算等到天亮，如果还没回复，就去找他看看。我走到门口，看着这个钢门，经过昨晚这个门已经千疮百孔，肯定是撑不过今晚了。我打开系统商店，找到升级，点击升级门窗，门窗位置传来了装修的声音。等了半个多小时，装修的声音才渐渐停止。我看到装修后的门比之前厚了3倍，观察窗的连接处也从钢钉变成了钢柱。门窗升级好了，还要再来一个弓箭塔。
想到这，我又打开武器，发现有个弩箭，力度更大，并且还可以连击。我算了下，金币虽然比弓箭塔贵了2倍，但是杀伤力也更大了。咬了咬牙，还是买了下来。在弓箭塔的对面响起了一阵装修声，声音停止后，出现了一个弩箭台。我坐上去看了一下，发现竟然是自动瞄准，还能设置瞄准一人还是真人，顿时感觉贵有贵的好处啊！体验了一会之后，又看了看商店里面的其他武器，真是想要全部都买下来了。可是需要的金币也是太多了，顺手点到了商店的首页，发现食品栏竟然解锁了肉类，点进去一看，瞬间觉得肚子饿得不行。吃了这么久的自热盒饭、泡面、饼干，这些肉类图片真是好看啊！看到那肉质四溢的图片，脑子里自动想起了鲜香扑鼻的味道，那肥而不腻的口感，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出来。那价格也是贵的离谱，1000金币一盘的排骨谁会买呢？要杀10个艺人才能买一盘，毕竟一盒泡面也才50金币，谁买谁傻逼。小薇从房间走出来，看到我站在门口，一只手拿着一个盘子，问我：陆哥，你在门口傻笑啥？我赶紧说，去叫大家出来吃饭了，今晚大家改善伙食。其他人出来后，看到茶几上摆着2大盘的排骨，还有1大盆的热气腾腾的米饭，全都欢呼起来。我趁机道：昨晚大家辛苦了，这是用昨晚击杀的金币买的，今晚大家继续努力。天刚黑，敲门声又准时响起来，不知道是今晚吃了排骨大家都有了力气，还是都想明天继续吃到排骨。大家都很卖力，连刘念都拿着1字筒猛敲一人的头，边敲边念叨：刘念，1盘排骨，又1盘排骨。战斗结束后，我又翻到私聊，张凯一夜都没有回复。我想着去看看，看着冯辉怎么样，还有力气吗？还可以，那和我出去看看。我又看着王明，还有你，别跑，还想不想吃排骨？一提到排骨，王明眼睛都亮了，立马提着砍柴刀走到门外。你俩还磨蹭啥？快点！我和冯辉对视了一眼，赶紧跟了上去。我们来到了之前张凯说过的地方，停车场的值班室。现在是深夜，访客拜访刚刚结束，只有我们3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地下停车场回荡。走着走着，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越来越不安，周围安静的有些过分。甚至连风声都没有。突然前面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咚咚咚，地面都在微微震动。我立刻握紧手里的步枪，压低声音让冯辉和王明靠墙。借着手电的微光，我看到前面的承重柱后转出一个巨大的黑影，那东西足有3米多高，浑身长满青黑色的鳞片，身后拖着一条粗壮的尾巴。但诡异的是，他的上半身竟然有女性的特征，头上甚至还长着一头长发。王明吓得腿一软，差点跪下。他哆嗦着问前面那是什么怪物。我一脚踹在王明腿上，让他闭嘴。那女恐龙怪兽似乎听到了动静，猛地转过头，红肿的眼睛死死盯住我们这边，紧接着发出一声刺耳的尖笑，庞大的身躯像一辆坦克般冲了过来。我毫不犹豫直接开火，估计步枪的枪口喷出火舌，子弹打在他的鳞片上竟然溅起火花。这怪物的防御力高得惊人，冯辉也没闲着，他从侧面包抄过去，抡起砍柴刀狠狠劈在怪物的腿部处。怪物吃痛怒吼一声，尾巴猛地一扫，直接将旁边的一辆废弃汽车抽飞。我趁他转头的瞬间，瞄准他那双红肿的眼睛，一个点射精准命中，绿色的血液瞬间爆开，怪物发出凄厉的惨叫，捂着眼睛发狂般乱撞。趁着这个机会，我拉着冯辉一把扯起瘫软的王明，迅速冲向停车场深处的值班室。值班室的铁门半掩着，我一脚踹开门，举枪瞄准里面空无一人。张凯不在，桌子上落了一层灰，看起来已经匆忙离开了很久。角落的物资箱被翻得乱七八糟，但好在还留下了不少东西。我看到桌上用血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上面写着救援队在杀人，快跑！我心里猛地一沉，看来之前的猜测全中，厨艺救援队根本不是救世主，他们是在清理我们这些高级房主。冯辉看着那行血字，脸色煞白。我没有废话，迅速把值班室里剩下的食物和水塞进背包，满满当当装了3大包。王明此刻才缓过劲来，连连问现在该怎么办。我冷着脸把最重的一个包扔给他背，我说赶紧回家，这里不能久留。回去的路上，我们避开了怪物的声音，一路狂奔逃回了安全屋。刚到公寓门口，我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我心里顿时涌起不好的预感。推开厚重的升降钢门，客厅里一片死寂，唐小月和小薇满脸惊恐地缩在角落，浑身发抖。王明闻到血腥味，像疯了一样冲进2号卧室，紧接着里面传来他凄厉的惨叫声。我端着枪快步走过去，眼前的一幕让我握枪的手瞬间收紧。刘念毫无生气地倒在血泊中，死状极其凄惨。王明跪在地板上嚎啕大哭，他转头用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他大吼问到底是谁干的？在这个密闭的安全屋里，绝对不可能有外面的艺人闯进来，凶手只可能在我们中间。我冷冽的目光扫过客厅里的每一个人，唐小月红着眼睛连连摇头，说她一直和小薇在客厅守夜，根本没进去过。小薇也害怕的躲在我身后。这时我的目光落在了受伤的王刚，还有站在一旁的林婉身上。我脑海中突然回想起昨晚结算时的异样。昨晚带回林婉和念念时，系统并没有统计为人类庇护数量，也没有发放金币奖励。我当时以为是房主等级人数限制导致，现在想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猛地端起步枪上了膛，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对准了林婉的头。我冷笑着问他装够了没有。林婉立刻做出一副惊恐万分的表情，眼泪说掉就掉。他哭着说：“陆哥，你干嘛拿枪指着我？”小薇也在一旁拉我的衣角，说：“陆哥是不是搞错了？林婉姐怎么可能是艺人？”我没有理会，手指搭在扳机上。为什么系统昨天没有你的奖励判定？林婉的哭声戛然而止，那张楚楚可怜的脸瞬间变得面无表情。我转头看向躺在地上装虚弱的王刚，我说：“还有你，你是厨艺救援队塞进来的内鬼吧？”话音刚落，王刚和林婉对视了一眼，两人突然同时抱起。
王刚原本焦黑的皮肤瞬间裂开，长出数不清的青黑色尖锐骨刺，像一只巨型蜘蛛般弹射向我。林婉的五官更是极度扭曲，双眼瞬间变成诡异的灰雾状，指甲爆长出半尺长的锋利墨绿色尖刺。我没有半点慌乱，手中的步枪火舌喷吐，砰砰两声巨响，子弹精准无误地击穿了王刚的脑袋。黄白交加的粘液喷了一墙，他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重重倒下。林婉见状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他转身一把掐住了念念的细小脖颈，尖锐的指甲抵在小女孩的皮肤上，他用嘶哑如同砂纸摩擦的声音威胁我放开枪，否则就拧断这小崽子的脖子。念念被吓得连哭都发不出声音，只是用绝望求助的眼神看着我，我眼神冰冷如铁。末世里最忌讳的就是受人威胁，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毫不犹豫的直接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子弹贴着念念的头皮飞过，精准打入林婉的眉心，强大的冲击力带着林婉的身体向后飞出，她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尸体很快化作一滩散发着恶臭的绿色粘液。王明瘫坐在地上，彻底吓傻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平时柔弱的林婉竟然是恐怖的艺人。冯辉此时也是脸色惨白，他走到王刚的尸骸前摸索着，很快从那堆衣服里翻出一个黑色通讯器，通讯器正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接着里面传来一个冰冷的男声，他问2号目标房间清理完毕没有？收到请回话。冯辉的手抖得拿不住通讯器，他看向我，眼神里全是不可置信。我冷着脸走过去，一脚将通讯器踩得粉碎。原来这就是房主的死亡秘密。厨艺救援队根本不是为了救人，他们用特制的艺人伪装成幸存者混进高级安全屋，一旦进入就从内部破坏杀人灭口，然后再派人来接收物资。聊天室里那些消失的头像，那些不声不响死去的房主，全都是这种卑劣手段的受害者。刚刚击杀这2个高级变异体，系统连续响起了美妙的提示音，恭喜房主击杀高级潜伏艺人2名，获得击杀奖励金币5000，获得高级击杀礼包2个。听到5000金币到账，我心里的石头彻底落了地，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以彻底改变我现在的处境。我打开系统操作面板，账户余额简直让我心花怒放，我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点开商店界面，找到安全屋升级，果断选择将公寓升级至5级。确认的瞬间，整栋楼都仿佛活了过来，剧烈的重组声在耳边回荡，四周的空间在肉眼可见的扩大，原本狭小的客厅变成了宽敞的指挥大厅，墙壁被替换成了厚重无比的复合装甲钢板，阳台全部被防爆玻璃和合金护栏封死，防盗门升级成了带着红魔锁的液压机械门。但我最期待的还不是这些，系统清脆的提示音响起，恭喜房主安全屋达到5级，武器库高级商店现已全面解锁，房主可通过消耗金币购买热武器与弹药。我激动地搓了搓手，点开武器商店，满屏幕全都是各种军用级别的家伙，有便携冲锋枪、重型机枪，还有高爆手雷，甚至连重型狙击步枪都有。这下子火力不足恐惧症彻底治愈了。我花了2000金币，给自己换了一把崭新的精良级突击步枪，又给冯辉买了一把带红点瞄准镜的冲锋枪，顺便补充了足1000发的弹药。手雷也一口气买了10个装进战术背心，剩下的钱全部用来储备饮用水和高级肉类。现在我的安全屋真正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让人安心的机油和弹药味。经历了一夜的恐慌和厮杀，大家精神高度紧绷。等把留念的事故处理好，简单吃过热乎的饭菜后，除了我留守，其他人都倒在床上沉沉睡去。我坐在坚固的观察窗前，一直守到天色大亮。中午时分，我把冯辉叫醒。既然已经揭穿了厨艺救援队的真面目，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外出主动出击，去找寻更多的弹药资源和真相。我让唐小月和小薇锁死液压门，在家看守，带上冯辉全副武装，再次踏出安全屋。外面的世界比之前更加残破，曾经繁华的街道现在全是废墟和残骸，艺人们在阴暗的角落里游荡。但现在有了充足的弹药，他们只要敢露头，我就果断开枪收割金币。我和冯辉顺着之前废弃警车的方向一路探查，走了大约2公里，周围的建筑逐渐变得巨大且陌生。就在城市废墟的边缘，我停下了脚步。不远处的地面上出现了一条宽阔的装甲通道，一扇高耸入云的钢铁巨大闸门横在路中心，闸门上用红色油漆喷涂着几个大字：地区隔离通道。旁边还有一排排被强行冲破的铁丝网。看到这个，我脑海里灵光一闪，原来所有的区域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A 区和其他区其实都是互通的。这些隔离门的存在就证明了这一点。也许厨艺救援队的主力并不是这边的，他们是从其他区域渗透过来的。就在我打量着这扇钢铁闸门时，一阵冷风吹过，我的后背猛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那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再次袭来。我缓缓转过头，不远处的废弃汽车顶上，不知何时站着那个高瘦苍白的男人，他一如既往地穿着那身银袍，苍白的脸上挂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就在烈日当空之下，他竟然连个影子都没有。他看着我拍了拍手，语气带着一种诡异的赞赏。他说：“陆哲先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竟然这么快就升到了5级安全屋，还能看穿这可怜的游戏表面。”我端起挂在胸前的步枪，冷冷地盯着他。我说：“少在这里装神弄鬼，你和厨艺救援队到底是什么关系？”苍白男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像指甲刮擦黑板一样刺耳。他从车顶飘然而下，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他说：“陆先生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杀戮吗？你还没有发现吗？其实一直有另一伙高高在上的人，在通过某种隐秘的方式监控着你们所有的房主，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的恐惧和绝望，都是他们研究和取乐的数据。厨艺救援队不过是他们安插进来的走狗罢了。”听到这个惊天秘密，
我的瞳孔骤然收缩，监控着我们所有的房主。如果是这样，那这末世的背后就藏着一个庞大到令人窒息的黑手。我问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的目的又是什么？苍白男嘴角的笑容逐渐收敛，深邃的眼窝里闪过一抹极其复杂的光。他说：“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可以利用的棋子。我很期待你能把这局死棋走过，也许我们可以进行一场愉快的合作，去把那些坐在监控器后面的人揪出来。”我冷哼一声，反问我凭什么相信你？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刺耳的越野车引擎声，厨艺救援队的车队正在朝这边靠近。苍白男身体开始逐渐变淡，如同融化在空气里一般。他留下一句话，他说：“要想活下去，你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你需要真正的战士，去找那些还没被污染的人吧。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说完，他就彻底消失了。我对着冯辉打了个手势，迅速躲避到了旁边的掩体后面。车队在不远处停下，一群全副武装的救援队员跳下车，开始在附近搜索幸存者。我和冯辉刚想找机会撤退，就听到几十米外的废弃超市里传来一阵激烈的交火声，火光冲天，有人在和厨艺救援队硬碰硬。我躲在掩体后探头看去，废弃超市里火舌不断喷吐，几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正依托着货架拼死抵抗，他们手里拿的都是系统商城里买的简易武器。对面则是装备精良的厨艺救援队，穿着防化服的队员步步紧逼。我认出了超市里的几个人，那是聊天室里幸存的几个高级房主。看来他们也发现了房主死亡的秘密，现在知道了真相的真人和房主已经联合起来，他们不再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了反抗。但是实力的差距太大了，系统商城前期的武器根本打不穿防化服的护甲，眼看那几个房主就要被救援队包围剿灭。我心里很清楚，个人的力量在成建制的队伍面前太渺小了，如果我现在冲出去，也只能是白白送死。我必须组建一支强悍的团队。就在这时，超市侧面的墙壁突然被炸开一个大补，砖石飞溅中，3道矫健的身影借着烟尘冲了进去。他们动作凌厉，战术配合极其默契，手里的军用匕首手起刀落，瞬间就割开了2个救援队员的喉咙。我眼睛一亮，这绝对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种兵，他们虽然没有枪，但格斗技巧完全是用来杀人的。趁着救援队阵型大乱，我给冯辉打了个手势，我们2人同时从侧翼开火。升级后的突击步枪威力惊人，密集的子弹瞬间撕裂了救援队的防线。那几个特种兵反应极快，立刻捡起地上的枪械开始反击。不到2分钟，这支10几人的救援小队就被我们全歼。硝烟散去，那3个特种兵警惕地拿枪指着我和冯辉，被救下的几个房主则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我放下枪，举起双手示意没有恶意。带头的特种兵是个满脸刀疤的硬汉，他冷冷地盯着我，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一个5级安全屋的房主，刚才如果不是我开枪，你们也没那么容易脱身。3个特种兵面面相觑，刀疤脸收起枪。他说他们是猛虎小队的幸存者，末世爆发后一直靠着过硬的素质活到现在，但是物资早就耗尽了，已经饿了整整3天。我听到这话心里暗笑，这简直是送上门的王牌打手。我直接打开身后的战术背包，从里面掏出几块刚从商城买的高级酱牛肉，还有几只烤得流油的大鸡腿，浓郁的肉香味瞬间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那3个特种兵的喉结猛地滚动了一下，眼睛死死盯住我手里的烧鸡和牛肉。我把大鸡腿一只只抛给他们，我说跟着我有肉吃有枪拿，这只是见面礼。我的安全屋里物资管够，在这末世里最缺的就是信任和实力。如果你们肯加入我的队伍，我保证你们能活得像个人。刀疤脸撕下一大块鸡肉，狼吞虎咽。他一边嚼一边和另外2人对视，最后他用力点了点头。他说只要能让他们吃饱，能杀那些怪物，猛虎小队这条命就卖给我了。有了这3个王牌特种兵的加入，我组建团队的第一步顺利完成。我把多余的弹药分给他们，询问刚才被救下的那几个房主有什么打算。那几个房主苦笑着说安全屋已经被废了，他们准备去其他区域寻找大部队。大家互道珍重后分道扬镳，我带着冯辉和特种兵小队准备撤离。就在这时，墙角的阴影里缓缓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那个高瘦苍白的男人。特种兵们立刻端起枪对准他，我按下他们的枪管，说自己人。苍白男脸上依然挂着那种诡异的笑，他看着我身后的特种兵，说陆哲先生的办事效率真是让人惊叹。既然你已经有了团队，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合作吧。我问他想合作什么，苍白男拿出一张破旧的地图扔给我，他说厨艺救援队在附近有一个隐秘的实验室，那里有你们想知道的真相，但是实验室外围有麻烦的东西守。说完，他再次像雾气一样消散在空气中。我接住地图仔细看了一眼，位置就在地区隔离通道旁的一个废弃工厂。我冷笑一声，既然要反抗，就必须釜底抽薪。我一挥手，带着队伍直奔废弃工厂。半小时后，我们潜伏在工厂外围的铁丝网旁，工厂大门紧闭，院子里到处都是残破的铁笼和散落的白骨。我贴着墙角往里看，突然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低吼声传来，几只体型如小牛犊般的恶犬从阴影中走出。这些狗浑身溃烂，肌肉畸形的暴突在外，嘴里长着匕首般锋利的獠牙，4只的爪子深深刺入水泥地面，是变异狗。刀疤脸压低声音说，这些畜生嗅觉极度灵敏，一旦被发现就会引来大批救援队。我眯起眼睛，拔出腰间的军用匕首，我说绝不能动枪，必须悄无声息地解决他们。我们5个人瞬间默契地散开。我利用系统的商城买了几块带血的生肉，把生肉用力扔向院子的另一面。那几只变异狗闻到血腥味，立刻扑了过去。就在他们低头撕咬的瞬间，特种兵小队如猎豹般窜出，刀疤脸的匕首精准地刺入变异狗的后脑，用力一脚直接破坏了中枢神经。冯辉和我从2侧包抄，我猛地跃起，
膝盖狠狠砸在一只变异狗的脊椎上，同时手中的匕首顺着它的下颌骨直刺入脑。不到10秒钟，5只变异狗连声音都没发出来就被全数击杀。我们拖着变异狗的尸体藏进草丛，迅速摸向工厂的地下实验室入口。入口处是一扇厚重的电子密码门，没有强行破拆的可能。我仔细观察着密码键盘，上面有几个数字键磨损得很严重。按照我对系统和各种设定的理解，我试着用厨艺救援队的英文缩写和代号组合，试了3次，滴的一声，大门缓缓向两侧滑开，我们鱼贯而入。刚进入地下通道，一股刺鼻的福尔马林和腐肉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通道两旁全都是巨大的玻璃培养罐，手电光打过去，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培养罐里抛着各种各样畸形的人类和动物，有的身上长满了鳞片，有的手脚完全异化成了利爪，还有的只剩下一个巨大的脑袋。所有的罐子上都贴着厨艺救援队的标签，详细记录着基因融合和实验的数据。刀疤脸咬着牙骂了一句畜生，原来这一切根本不是什么天灾，这些满大街吃人的异人和变异怪物全都是厨艺救援队在实验室里弄出来的。他们不但制造了这场末世灾难，还以此为借口控制幸存者。我用随身携带的微型相机把这些资料全部拍下，这些都是揭露他们真面目的铁证。我们继续往实验室深处摸索，在一个巨大的封闭隔离区里，我听到了沉重的铁链撞击声。走近一看，那是一个由合金打造的巨型牢笼，里面关着一个如同铁塔般的男人，他的身高接近2.5米，浑身的肌肉像岩石一样一块块垒起，四肢都被粗大铁链死死锁在墙上。他的身上插满了各种抽取管，显然是被当做了实验的活体母本。这人我认识，在以前的新闻里见过，他是全国知名的举重冠军大力士李大力，没想到竟然被抓到了这里。李大力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缓缓抬起头，那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和狂暴的怒意。他嘶哑着嗓子吼让我们滚开。我说我们不是救援队的人，我们是来救你的。李大力愣了一下，眼中的狂暴褪去几分。他说这牢笼的密码每天都在换，强行破坏会触发爆炸装置。我走到牢笼的电子锁前，仔细观察着锁孔和线路。我直接打开系统商城，花了1000金币买了一个高级电子破解仪，将破解仪的探针插入电子锁，屏幕上的乱码开始疯狂跳动。30秒后，咔嚓一声轻响，合金牢笼的门弹开了，特种兵们立刻冲进去，用液压钳剪断了铁链。李大力揉着手腕重获自由，他活动了一下庞大的身躯，骨骼发出炒豆子般的爆响。他冲我咧嘴一笑，说这条命以后就是我的了，只要我指哪他就打哪。有了这个恐怖的人形推土机加入，我的团队实力简直产生了质的飞跃。就在我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在实验室里疯狂回荡，红色的警示灯疯狂闪烁。该死！刚才李大力扯断最后一根检测管时，触发了底层的生命体征警报。实验室的广播里传来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他说有人潜入了0号实验室，所有作战编队立刻封锁工厂，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出去。刀疤脸端起枪大喊说我们暴露，快撤！我们顺着原路狂奔，刚冲出地下通道，就看到工厂的院子里已经被几十个全副武装的救援队员填满，装甲车上的重机枪已经对准了入口。带头的指挥官冷笑着看着我，他说你们以为能跑得掉吗？现在你们的图像已经全部上传到了区域通缉榜首，不管是房主还是幸存者，只要杀了你们就能获得终身庇护。我心里一沉，厨艺救援队这时发布了全区追杀令，我们彻底成了众矢之的。重机枪喷出半米长的火舌，子弹像雨点一样扫射过来。李大力怒吼一声，直接举起旁边一块重达1000斤的破旧发电机，像扔石头一样狠狠砸向装甲车。轰的一声巨响，装甲车被砸得深陷下去，重机枪瞬间哑火。我们趁机躲进掩体拼死还击，但敌人的数量太多了，火力压制的我们根本抬不起头，四面八方的救援队还在源源不断的打来。冯辉的手臂中了一枪，鲜血直流，一个特种兵也倒在了血泊中，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边缘，我的弹药也快打空了。在这绝境之中，工厂外围的围墙突然传来一连串猛烈的定点爆破声，几十米长的围墙轰然倒塌，烟尘漫天中，一辆重型改装越野车如同钢铁野兽般冲破硝烟，直挺挺地撞飞了拦路的2辆救援队皮卡。越野车甚至还没停稳，车顶的重型机枪就已经疯狂开火，交织的火力网瞬间撕裂了救援队的包围圈。车窗摇下，一个浑身沾满硝烟和血迹的男人探出头，他冲着我大吼：陆哲，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上车！我死死盯着那个熟悉的面孔，心中的震惊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那是张凯，那个我以为已经死在地下车库的张凯，他不但没死，反而带着更猛的火力杀回来了。我没有丝毫犹豫，大喊一声全体突围，我们掩护着彼此，踩着满地的尸体和鲜血疯狂冲向越野车。李大力在最后面狂拍车厢的钢板，张凯一脚油门踩到底，越野车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在枪林弹雨中硬生生撞开一条血路，直接冲出了废弃工厂的大门。背后的枪声逐渐远去，我们在车厢里大口喘着粗气。我问张凯这2天到底去了哪？怎么会有这么猛的装备？张凯一边狂打方向盘，一边咧嘴苦笑。他说那晚安全屋被毁后，他拼死逃出了地下车库，在外围遇到了大批被逼上绝路的逃亡房主。既然区待不下去了，他们就一路杀了出去，正好撞见了去往 F 区的逃亡车队。那里现在是反抗厨艺救援队的大本营，聚集了无数不愿意当小白鼠的幸存者。因为我解开了通往各个区域的限制，他刚从 F 区借了重火力回来找我，就看到我在通缉榜上，于是顺着定位杀了过来。我听完长出了一口气，看着满车伤痕累累却战意昂扬的队友，
我拍了拍张凯的肩膀，我说走，咱们去 F 区，这笔血债迟早要找厨艺救援队讨回来。越野车在荒芜的公路上疾驰，风呼啸着灌进车厢，带着浓重的血腥和硝烟味。我靠在车窗边看着外面的废墟飞速倒退，身边是疲惫不堪却终于放松下来的小队成员。李大力庞大的身躯占据了半个车厢，他正闭目养神，刀疤脸和另外2名特种兵正在给冯辉的伤口做简单包扎。张凯握着方向盘，神色激动，他转头跟我说 F 区就在前面了，那是我们所有不愿做小白鼠的人的最后希望。没过多久，一片巨大的建筑群出现在地平线上。与区的死寂不同，这里外围筑起了高高的防御墙，墙头闪烁着探照灯的光芒，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幸存者在巡逻。当我们靠近大门时，张凯探出头对着守卫喊了句暗号，沉重的合金大门缓缓开启，我们驶入了 F 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忙碌的景象，人们在搬运物资、修缮武器，虽然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疲惫，但眼神中却透着光亮。张凯把车停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他说这里就是反抗厨艺救援队的大本营。负责人叫老霍，是个在末世前当过警棍的人，带领大家在这片废墟中建起了这个避风港。我刚下车，一个身材魁梧、面容坚毅的中年男人迎了上来，他就是老霍。张凯赶紧给我介绍，老霍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落在我身后的李大力和特种兵小队身上，他点点头，眼神里满是赞赏。他说：“陆哲，你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敢直接端了厨艺救援队的实验室，还把李大力救了出来，真是后生可畏。”我谦虚的笑了笑，我说：“这都是大家用命拼出来的。”老霍神色变得凝重，他叹了口气说：“厨艺救援队现在疯了，他们在各个区域疯狂搜捕反抗者。F 区虽然暂时安全，但也撑不了多久，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我听到这话心里一动，我打开系统面板查看我的安全屋状态。之前在区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如果我离开了区，我的5级安全屋怎么办？那可是我花了大把精力和心血建起来的。面板上的信息让我大吃一惊，系统提示检测到房主已离开原区域，安全屋达到5级，已解锁随身迁移功能，是否将5级安全屋迁移至当前坐标？我毫不犹豫地点了是。就在我点下确定的瞬间， F 区广场边缘的一块空地上突然泛起一阵耀眼的白光，地面微微震动，一座钢铁堡垒如同凭空出现一般，稳稳地落在了那里。厚重的装甲液压门，全副武装的观察窗，正是我在区的5级安全屋。老霍和周围的幸存者都看呆了，他们从没见过这种能在区域间移动的超级堡垒。我推开液压门，唐小月和小薇早已在里面等候，看到我平安归来也是激动的红了眼眶。我把小队成员都叫进安全屋，现在有了这个移动堡垒，我们在 F 区就有了绝对的安全保障和反抗的资本。接下来的几天， F 区一直在紧张的备战，厨艺救援队的侦察机时不时在天空盘旋，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我看着系统账户里因为之前击杀高级艺人和实验室变异狗积攒下来的巨额金币，决定干一票大的。我打开商店，直接点击升级安全屋，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消耗10万金币，安全屋开始升级至6级。整个钢铁堡垒再次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面积再次扩大，原本的单层堡垒直接拔高变成了2层的小型要塞，外墙的装甲变得更加厚实，闪烁着冰冷的金属光泽。但最让我激动的是系统随后的提示，恭喜房主安全屋达到6级，解锁终极防御武器玻璃大炮。我赶紧打开武器库查看，玻璃大炮是一种极其恐怖的能量武器，通过消耗巨量金币能够发射出摧毁一切的高能光束，威力足以瞬间气化一只高级艺人。但缺点是每次发射都会消耗大量能量，需要一段时间充能。虽然昂贵且有冷却时间，但这绝对是我们对抗厨艺救援队重装部队的杀手锏。我毫不犹豫地花了2万金币购买并安装了玻璃大炮。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第3天傍晚，警报声尖锐地划破了 F 区的宁静。老霍在广场上大喊，他说厨艺救援队来了，所有人准备战斗。我立刻冲上安全屋的2楼观察室，外面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一片，仿佛乌云盖顶。那是数不清的艺人，他们如同潮水般向 F 区涌来。更可怕的是，这些艺人不再是之前那种行动迟缓、相貌狰狞的怪物，他们的外表看起来和正常人毫无二致，穿着普通的衣服，甚至脸上还带着惊恐和无助的表情。如果在人群中，根本无法分辨他们是人类还是艺人。这是艺人的又一次恐怖进化，他们受厨艺救援队的驱使，被当作炮灰来消耗 F 区的弹药和防御。在艺人潮的后方，是厨艺救援队的重装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突击队，他们躲在安全的距离外，冷酷地指挥着这场屠杀。F 区城墙上的火力点开始疯狂倾泻弹药，子弹如火蛇般舔舐着冲在最前面的艺人，血肉横飞，绿色的血液染红了大地。但艺人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倒下一批，后面的又踩着尸体继续冲锋。F 区的防御线开始摇摇欲坠，我看着下面惨烈的战斗，心急如焚。这些看似正常人的艺人，有些甚至只是被厨艺救援队强行变异的无辜者，他们或许还有救。我猛地想起系统商城里似乎还有其他的东西，我飞快地在商城里翻找，突然在特殊道具栏里看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东西，高级抽卡系统，每次抽卡消耗5000金币，可能获得稀有道具武器或图纸。我咬咬牙，直接点了10连抽，5万金币瞬间蒸发，眼前光芒闪烁，一排排道具出现在面板上，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弹药和材料。但就在最后一张卡片翻开时，一道耀眼的紫光冲天而起，恭喜房主获得稀有图纸。还原药剂配方，我赶紧查看配方详情。还原药剂可以将处于变异初中期、外表尚未完全畸变的异物重新还原成正常人类，但需要消耗特定的药材和大量的金币来配置。我大喜过望，这简直是逆转战局的神器。我立刻在商城里扫荡所需的药材，让唐小月和小薇在安全屋里紧急配置。同时，我已经冲到了安全屋的武器控制台前，我双手握住玻璃大炮的操作杆，
透过瞄准镜死死锁定在一人朝后方的厨艺救援队装甲车上。既然一人是他们驱使的炮灰，那就直接打掉指挥中枢。我怒吼一声，系统锁定能量充能100%，玻璃大炮发射，一道粗大的刺眼蓝色光束从安全屋顶部喷射而出，以摧枯拉朽之势划破夜空，直接命中了一辆重型装甲车。没有爆炸声，只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嘶声。那辆坚不可摧的装甲车在蓝色光束的照射下，瞬间如同烈日下的冰雪一般气化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同周围的10几名救援队员也一同在这恐怖的高能光束下灰飞烟灭。战场上一瞬间陷入了死寂，所有人都被这如同神迹般的攻击震惊了。厨艺救援队的阵型顿时大乱，指挥官疯狂地大喊着后撤掩护，但我怎么可能给他们机会？玻璃大炮进入冷却，我直接提着突击步枪，带着李大力和猛虎小队冲出了安全屋。我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我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手里的突击步枪疯狂倾泻火力，专打那些试图重新组织阵型的厨艺救援队军官。李大力像一台狂暴的压路机，庞大身躯直接撞进敌人的防御圈，手里的重型战锤每一次挥动都能砸飞几个浑身装甲的士兵。刀疤脸带着猛虎小队从侧翼如同幽灵般切入，锋利的军用匕首专门切割防化服的薄弱处。张凯和老霍在城墙上组织 F 区的幸存者进行火力压制，战局瞬间逆转。厨艺救援队的重装部队在丢下了几十具尸体后开始狼狈后撤，然而他们并没有彻底溃败，而是冷酷地驱使着前方那些如同潮水般外表正常的艺人，继续向我们发起无脑的死亡冲锋。这些普通艺人眼里满是恐惧和挣扎，他们中有很多根本不是自愿变异的，只是被厨艺救援队当做了实验品和消耗弹药的工具。我看着这些被操控的躯壳，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愤怒。就在这时，唐小月和小薇提着2个巨大的恒温箱从安全屋里冲了出来，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喊：“陆哥，还原药剂做好了！”我眼睛一亮，立刻让特种兵小队掩护。我打开恒温箱，里面是上百支散发着淡蓝色荧光的注射器。我抓起一把药剂，迎着冲在最前面的几个艺人，没有开枪，而是看准时机，一脚将一个艺人踹倒，顺势将药剂狠狠扎进他的脖管。随着蓝色药剂的注入，那名艺人原本灰雾状的瞳孔瞬间紧缩，脸上扭曲的痛苦表情逐渐舒缓，喉咙里发出一阵剧烈的干呕，随后竟然吐出一大口恶臭的绿色粘液。他瘫软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抬起头时，眼睛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类的清澈。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失声痛哭，他喊着：“我没死，我变回来了。”这一幕让周围所有的幸存者都惊呆了。老霍在城墙上激动的连声音都破了音，他大喊：“那是解药，快掩护陆哲，把所有人救回来！”我如法炮制，接连放倒了10几个冲在最前面的艺人，全部给他们注射了还原药剂。这些被救回来的人类茫然四顾，当他们意识到是厨艺救援队把他们变成怪物来送死时，眼中的茫然瞬间化作了刻骨的仇恨。我把备用的武器扔给他们，我大声吼道：“你们是被那些穿防化服的畜生害的，现在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拿起武器跟我杀回去！如果不想再变成怪物，就干翻厨艺救援队！”那些刚刚恢复理智的幸存者红着眼捡起地上的枪械，他们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复仇的怒火让他们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嘶吼着转身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开始对着厨艺救援队疯狂射击。这一奇迹般的变故彻底击溃了厨艺救援队的心理防线，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变异大军竟然被几管药剂策反成了最疯狂的复仇者。而那些还没有被注射药剂的艺人，似乎因为药剂的某种气味威慑，或者看到同伴的转变，也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和停滞，不再盲目的向前冲锋。我趁着这个机会下令全面反攻，玻璃大炮的充能再次完毕。我通过通讯器向小薇下达指令，一道毁天灭地的蓝色光束再次穿透夜空，直接命中了厨艺救援队的大后方，那是他们的临时指挥所和弹药库。巨大的能量瞬间引爆了所有的军火，一朵耀眼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剧烈的冲击波掀翻了周围所有的装甲车。这一下，厨艺救援队彻底崩溃了，残存的士兵丢盔弃甲，四散奔逃。但在这个已经被愤怒点燃的战场上，他们无处可逃。李大力像抓小鸡一样把一名指挥官从吉普车里揪出来，重重的摔在地上，刀疤脸的匕首划破了无数逃兵的防化服。战斗一直持续到黎明，当第一缕阳光刺破黑暗，照亮这片修罗场时，地上躺满了厨艺救援队的尸体和残骸。F 区守住了，并且彻底打残了厨艺救援队的这支主力。但我们没有欢呼，因为这场惨胜付出了太多代价。我走到那个被李大力活捉的指挥官面前，他满脸是血，眼中透着极度的恐惧。我用步枪顶着他的脑袋，声音冷得像冰室里的寒气。我说，告诉我，你们厨艺救援队到底是个什么组织？为什么要把人类变成怪物？还有你们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真相？指挥官哆嗦着嘴唇，起初还想咬牙硬撑，但当李大力掰断他2根手指后，他彻底崩溃了。他哭喊着说，我们也是被逼的，厨艺救援队根本不是什么人类组织，我们只是外星人攻占地球的前锋。我听到这里心里猛地一震，外星人？指挥官颤抖着继续说，真正的幕后黑手是来自深空的某种高阶生命体，他们看中了地球的资源，但直接入侵会遭到地球本土意志的强烈反抗，所以他们利用基因技术制造了这种能把人类变成怪物的病毒，企图从内部瓦解人类社会。我们在实验室里制造的变异狗和高级艺人，就是他们提供的数据。我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脊背发凉。如果真相是这样，那系统和苍白男又算什么？我厉声问那个该死的系统为什么要发金币？苍白男又是什么鬼东西？指挥官惊奇地看了我一眼，似乎不敢相信我竟然不知道这些。他咬着牙说，系统根本不是我们做的，系统和那个苍白男其实是地球本身的防御机制。我愣住了，地球的防御机制？指挥官惨笑着说，地球为了自救强行干预了现实，他化作系统给你们发布金币提供武器，是为了在末世中选出真正能战斗的适格者。而那个苍白男
他是地球意志的化身，他的那些残酷规则不是为了杀人，而是淘汰弱者。因为面对更高维的外星入侵，懦夫只会被同化或者毁灭。只有能在血火中活下来并敢于反抗的强者，才有资格成为保护地球的火种。我彻底愣在原地，脑海中所有的线索终于串联在了一起。为什么系统会发布抵御一人能得金币的任务？为什么有那些诡异的来访者数量检查？为什么苍白男一次次提高生存的门槛？原来这一切既是残酷的试炼，也是孤注一掷的自救。地球在用最极端的方式筛选出能对抗外星入侵的战士。我看着满目疮痍的大地，看着那些幸存下来正在互相包扎伤口的战友，心中涌起一股无法形容的震撼。此时晨雾中，那个高瘦苍白的身影再次无声无息地出现，他就站在不远处的废墟上，依然穿着那身银袍，脸上不再是那种诡异的笑，而是一抹释然的平静。我走过去，没有举枪，我看着他说：“你到底是谁？”苍白男抬头看了看天边的朝阳，声音如同远古的回音，空灵而深邃。他说：“他就是这颗脚下星球的痛苦与不甘，是亿万年生死轮回中诞生的本能。”他说：“陆哲，你干得很不错，你和你的团队证明了人类没有那么容易被抹消，你通过了最终的筛选。”我握紧了手里的步枪，我说：“这只是一个据点，这只是一场战役，真正的外星主力还没来吧？”苍白男点了点头，他说：“他们已经在路上了，这只是先头部队的溃败，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但是只要有你们这些被选中的火种在，这颗星球就不会轻易熄灭。”随着一阵清风吹过，苍白男的身影彻底化作无数闪烁的微光，融入了这片大地。我的系统面板在这一刻发出一声清脆的全服通告：系统提示，地球防御试炼初阶级已结束，恭喜所有在血与火中存活且未被同化的适格者。最终决战模块已加载，请各位房主集结力量，迎接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我转过身，看着理大利特种兵小队冯辉老霍还有那些被还原的幸存者，他们都用坚定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知道这场关于生存的试炼才刚刚拉开真正的帷幕，但是现在我们不再是安全屋里瑟瑟发抖的待宰羔羊，我们是这颗星球反击的利刃。我举起手中的突击步枪，枪口直指刚刚升起的朝阳，大吼一声，准备迎战。我站在硝烟尚未散尽的战场中央，脚下是被炮火染黑的土地，头顶是初升的太阳，那金色的光芒刺破了厚重的云层，照亮了每一个浴血奋战后的面庞。但这片宁静注定是短暂的，系统那冰冷而机械的提示音像丧钟一样再次在每一位幸存者的脑海中敲响，警告：外星入侵先锋部队全灭，母舰已锁定地球坐标，毁灭级打击将在72小时后抵达，当前所有安全屋防护罩将强制失效，请所有适格者做好最后的准备。这一声通告如同晴天霹雳，刚刚还在为胜利欢呼的人群瞬间死寂，绝望的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母舰毁灭级打击，这听起来根本就是无法抗衡的力量。哪怕我们刚刚击败了厨艺救援队，哪怕我们手握高科技武器，但在这种星际级别的战争机器面前，依然渺小的如同蝼蚁。我看着周围那些瞬间灰暗下去的眼神，心中猛地一沉。这不仅仅是一场战斗，更是一场对意志的终极考验。如果现在我们就放弃，那么之前所有的牺牲和努力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我深吸一口气，跳上一辆残破的装甲车底，大声吼道：“都给我听好了！我们能从那种吃人的怪物手里把命抢回来，能把这个所谓的救援队打个屁滚尿流，现在不过是换了个更难缠点的对手，难道你们就要把脖子伸长了让人砍吗？老霍、张凯，还有你们每一个在血泊里爬起来的人，告诉我，你们甘心就这样认输吗？”我的声音在空旷的战场上回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老霍红着眼睛抬起头，狠狠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他把手里的步枪往地上一杵，骂骂咧咧地说：“老子活了这半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外星人怎么了？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想动我的地盘也得崩掉他几颗牙。”张凯也不甘示弱，他擦了把脸上的烟灰，咧嘴一笑，露出2排白牙。他说：“陆哲，你说的对，反正横竖都是个死，不如拼一把，说不定还能拉几个垫背的。”李大力更是直接挥舞着手里巨大的战锤，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特种兵们默默检查着弹药，眼神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人群中的士气被一点点重新点燃，虽然前路未卜，但至少我们不再是一盘散沙。我看着这些重新燃起斗志的战友，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我打开系统面板，所有的积分和金币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全部投入。我要把这最后的72小时变成我们翻盘的资本。我大声下令，所有人听着，把 F 区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我们要建造一个足以对抗外星母舰的终极防线。系统商店里那些以前看都不敢看的天价图纸和武器，现在统统买下来。我们没有退路了。接下来的3天 ，F 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所有人都像上了发条一样疯狂运转。唐小月和小薇带着一帮有相关技能的幸存者，日夜不停地在安全屋的地下室里感知高级能量电池。李大力带着一帮身强力壮的汉子，在 F 区的外围挖掘战壕，构筑掩体。刀疤脸和特种兵们则负责训练那些刚刚拿起武器的新人，教他们怎么使用手雷，怎么在战场上保命。而我则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安全屋的终极改造上。系统提示我，安全屋达到满级后可以进行一次终极融合，将所有的功能模块整合为一个整体，变形成一座小型的战斗要塞。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融合。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原本就庞大的钢铁堡垒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墙的装甲变得更加厚重且棱角分明，表面覆盖上了一层流动的蓝色能量护盾。顶部的玻璃大炮被升级成了2门双联装的高能粒子炮，而在要塞的最顶端，一根巨大的信号发射塔直插云霄，那是用来干扰外星母舰通讯的关键设备。72小时转瞬即逝，当最后一抹夕阳落下地平线，
整个天空毫无征兆地暗了下来，云层像沸腾的开水一样翻滚，一道巨大的阴影笼罩了大地。那是一艘遮天蔽日的星际战舰，它悬浮在 F 区的上空，舰体上闪烁着冰冷而诡异的红光，无数的小型飞行器像蝗虫一样从母舰腹部涌出，密密麻麻地扑向地面。尖锐的警报声响彻云霄，外星军团的先锋部队着陆了。那些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身穿外骨骼装甲、手持能量武器的异星战士。他们身材高大，动作敏捷，手中的武器每一次射击都能在地面上炸出一个大坑，战斗瞬间爆发。F 区的外围防线在第一波冲击下就岌岌可危，幸存者们虽然拼死抵抗，但装备的代差实在太大。我们的子弹打在他们的能量护盾上，激起阵阵涟漪，却很难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他们的反击却是一击必杀。不少人在第一轮交火中就倒下了，眼看防线就要崩溃，我怒吼一声，启动了终极要塞的全部火力系统。双联装高能粒子炮发出耀眼的蓝光，两道粗大的光束划破夜空，直接命中了一艘正在低空俯冲的外星登陆艇。轰的一声巨响，登陆艇在空中炸成了一团巨大的火球，碎片像雨点一样洒落。这惊人的一击瞬间提振了所有人的士气。老霍在战壕里大喊：“打得好，兄弟们，看到没？他们也是肉做的，也能被干掉，给我狠狠的打！”我操纵着要塞的火力网，将所有敢于靠近的飞行器一一击落。同时，要塞两侧的重机枪塔也开始疯狂咆哮，金属风暴般的弹幕扫向地面的外星战士。那些原本不可一世的家伙被打得措手不及，能量护盾在密集的弹雨下纷纷破碎，紧接着被撕成了碎片。但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了，母舰似乎被激怒了，主炮开始充能，一道毁天灭地的红色光束直奔要塞而来。我心头一紧，系统警告，检测到毁灭级能量打击，当前护盾无法完全抵御。我大喊一声，全体规避，同时把要塞的能量护盾开到最大，红光瞬间淹没了整个要塞，剧烈的震动让我几乎站不稳，耳边全是刺耳的警报声和金属扭曲的声音。护盾值在疯狂下降，50%、30%、10%。就在护盾即将破裂的瞬间，那道红光终于消散了。要塞虽然还在冒烟，外墙被烧得通红，但它奇迹般的挺住了。我擦了一把脸上的冷汗，眼神变得更加凶狠。既然你们想玩命，那就来吧！我通过通讯器对所有战斗人员喊道。就是现在，趁他们主炮充能，给我反击！李大力带着敢死队冲出了战壕，他们手里拿着刚刚赶制出来的电磁脉冲手雷，不要命地冲向那些瘫痪的外星战士。刀疤脸和特种兵们则在废墟中穿梭，利用地形优势，用狙击枪精准点射敌人的指挥官。战场变成了一台巨大的绞肉机，每一秒都有人倒下，每一秒都有生命消逝，但没有一个人后退。我们是在为自己的家园而战，为人类最后的尊严而战。就在战局陷入焦灼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奇异的嗡鸣，那个高瘦苍白的身影，那个代表着地球意志的男人，竟然再次出现在了半空中。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冷眼旁观的观察者，他的身体散发出耀眼的白光，如同一颗初升的太阳。他张开双臂，无数的光点从他体内飞出，融入到每一个正在奋战的战士体内。我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涌遍全身，疲惫一扫而空，伤口在飞速愈合，手中的武器仿佛有了生命。不仅是我，所有人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普通人的速度变得像猎豹一样敏捷，力量变得像熊一样巨大，甚至有人能够操控元素，凭空召唤出火焰和雷电。这是地球意志的最后馈赠，他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赋予了我。苍白男的身影在释放完能量后变得透明，他看着下面的战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在消散前留下了最后一句：“去吧，人类，这是你们的星球，谁也不能夺走。”这股力量成了压垮外星军团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发起了全面的冲锋，那些原本不可一世的外星战士，在被强化的幸存者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李大力一锤砸碎了一台外骨骼装甲，所过之处，外星人纷纷化为灰烬。我操纵着要塞，将最后一发高能粒子炮对准了天空中的母舰。系统提示：能量过载，发射后要塞将永久损毁。是否确认发射？我看着那艘庞然大物，没有丝毫犹豫，狠狠拍下了发射按钮。去死吧！一道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耀眼的光柱冲天而起，带着地球所有生命的怒吼，直直地刺入了母舰的核心引擎。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紧接着，天空中爆发出一团比太阳还要耀眼的光芒，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大地都在颤抖。那艘不可一世的外星母舰在空中解体，碎片像流星一样坠落，燃烧着划过天际。地面上的外星残兵看到母舰被毁，彻底丧失了斗志，纷纷丢下武器投降，或者在绝望中自爆。当最后一声爆炸平息， F 区陷入了短暂的宁静，随后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人们拥抱在一起，哭泣着，呐喊着：“我们赢了，真的赢了！”我瘫坐在控制台前，看着显示屏上逐渐恢复平静的数据，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唐小月和小薇冲进来，紧紧抱住我不放，泪水打湿了我的肩膀。我走出要塞，看着满目疮痍却又充满生机的大地，晨曦再次洒下。这一次，没有了阴霾，没有了恐惧，只有无限的希望。那些逝去的战友，那些牺牲的英雄，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人类在这场浩劫中不仅活了下来，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我们守住了家园，守住了未来。而我陆哲，这个曾经只想苟活的小人物，也终于在这末世的尽头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只要星火不灭，希望永存。天空中下着漫天的火雨，那艘巨大外星母舰的残骸像燃烧的流星一样砸向大地。虽然我们刚才拼死毁掉了母舰，但危机根本没有完全解除。一块如同山丘般巨大的母舰核心碎片，笔直地砸向了我们曾经待过的区方向。大地震颤，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就在这时，系统发出了全新的提示音，这次不再是那种冰冷死板的机械声，而是带着一丝急促和人性化。系统急报：星际坐标已被残存核心锁定，地球自动进入强制进化阶段，请适格者立刻摧毁跃迁核心。我低头看向自己面前的系统操作面板，由于刚才爆了外星人的母舰，我的击杀金币奖励直接爆表了，后面一长串的零根本数不过来，账户余额直接显示为9个9。唐小月和小薇紧张地跑过来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冷笑一声，我说既然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那咱们就把这安全屋直接拉到顶配。我伸出手指在升级按钮上疯狂连点，10万金币、100万金币、1000万金币，金币像流水一样疯狂消耗。安全屋的等级从6级一路狂飙，直接升到了9级满级。整个钢铁要塞爆发出刺眼的蓝色强光，庞大的建筑主体开始疯狂向地下扎根，面积更是夸张的向外扩张了近100倍。厚重的超合金装甲层层叠加，整个基地彻底蜕变成了一座高科技的移动战争堡垒。系统提示解锁重力控制立场，系统提示解锁空天悬浮战车大队，系统提示解锁反物质歼星兵工厂。张凯和老霍站在要塞大厅里看傻了眼，老霍结结巴巴地说：“这哪是安全屋啊，这火力配置去打外星人老家都够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地球意志把最后的底牌都交给我们了，没这身神装怎么去跟外星人抢地盘？”但我们还没来得及庆祝，之前派出去负责周边侦查的特种兵刀疤脸就发来了紧急的通讯请求。他的声音在频道里显得非常焦急。他说：“陆哥，你在去坠落的那个核心碎片有古怪，周围的能量波动高得吓人，有大批残存的外星余孽正围在核心周围，他们在用残骸拼装一个巨大的星际跃迁门，想要强行召唤真正的外星主力舰队过来。还有更要命的情况。”刀疤脸咽了口唾沫，继续汇报：“之前那些被厨艺救援队造出来的普通艺人，因为吸收了核心碎片泄露出来的暗能量辐射，现在全都不受控制的暴走变异了，变成了体型好几米高的毁灭者。他们现在六亲不认，只知道疯狂杀戮，连我们之前用的还原药剂都对他们失效了。”我听完心里猛地一紧，我就知道外星人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打发掉。如果让那个星际跃迁门建好，那地球就真成了外星舰队的后花园了。必须得在星门启动前把他们全端了。我把李大力、张凯和特种兵小队全部召集到指挥大厅。我看着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说：“休息时间结束了，现在咱们鸟枪换炮了，是时候去跟外星余孽清算总账了。”老霍主动提出，他带着 F 区的幸存者留守满级要塞，利用要塞的重火力和重力场，防备那些四周游荡暴走的变异毁灭者。我让他一定要守好家。随后，我带着最精锐的突击小队来到了要塞底部的机甲机库，直接登上了刚刚解锁的高空悬浮装甲战车。战车的等离子引擎喷射出幽蓝的尾焰，带着我们像闪电一样直奔去。一路上地面到处都是疯狂破坏的变异毁灭者。这些怪物有的长着4条胳膊，有的浑身不断喷吐着强酸毒液，体型大的像一栋小2楼。但在我们悬浮战车的高能速射机炮面前，这些怪物全都是送金币的金面包。战车一路横推碾压所有拦路的变异体。没过多久，我们就杀回了曾经熟悉的区废墟。我透过战车舷窗往下看，那片我曾经生活过的南城公寓早就被夷为平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环形陨石坑。外星母舰的核心就砸在深坑的最中央，正散发着肉眼可见的刺眼紫光。坑底密密麻麻全都是残存的外星士兵，还有大量被他们奴役苦役的低阶艺人。他们正像工蚁一样疯狂搬运着金属材料，再组装一个足有几百米高的巨大星门框架。我看着星门中央已经开始剧烈闪烁的空间涟漪，如果再晚来半个钟头，这星门估计就要彻底打通了。我冷笑一声，转头对李大力说：“大力，看你的了，给他们听个响。”李大力咧着大嘴残忍地笑了笑，他之前被地球意志强化过身体，现在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人形暴龙。他直接扛起系统武器库里最贵的反物质火箭筒，一把推开战车顶部的装甲舱盖跳了出去，站在车顶居高临下的瞄准坑底的外星阵地。就在这个时候，坑底的一个外星指挥官似乎察觉到了空中的动静，他穿着一身扎眼的金黄色高级动力甲，嚣张地举起手里的高频能量剑指着我们的战车。战车的通讯频道里传来他用设备同步翻译的蹩脚地球语。低等的土著蝼蚁立刻滚下来跪下投降，成为伟大的星际神族的奴隶是你们唯一的活路。我听到这话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死到临头了还敢在这里装大尾巴狼，真以为他们还是刚才那个不可一世的舰队前锋吗？我根本懒得跟他废话一句，手在操作台上直接重重按下了战车主炮的开火按钮，一道水桶突的刺空白光瞬间划破空气。那个嚣张的金色外星指挥官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来，连同他身边聚集的几十个重甲护卫直接被主炮的高温气化轰成了漫天飞灰。这种妥妥的降维打击瞬间让外星阵地乱作一团。李大力也没闲着，肩膀上的反物质火箭炮紧跟着连连开火，黑色的反物质能量球像死神的镰刀一样砸进敌群中，没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只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空间吞噬。凡是被那些黑色光球波及到的外星怪物，
全部在惨叫声中悄无声息的湮灭消散。底下的防线瞬间被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特种兵刀疤脸大喊一声行动，带着小队顺着锁降绳像猛虎下山一样溜进坑底。锋利的军用震动匕首在敌阵里带起一片片血雨。那些外星余孽根本没料到我们会来得这么快，火力还这么猛，被打得晕头转向，毫无还手之力。眼看着我们就要推进到核心装置，强行摧毁星门，那颗巨大的母舰核心突然发出一声极其刺耳的低嗡声，紫色的光芒在一瞬间闪烁到了极致。星门中央的空气被一股恐怖的力量强行撕裂了一个大口子，一股浓郁到让人几乎无法呼吸的威压顺着那条漆黑的空间裂缝疯狂涌过来，连坑底的重力都发生了扭曲。张凯脸色煞白，冲着通讯器大喊：“陆哥，快退，有大东西要挤过来了！”我死死握着手里的高斯狙击步枪，眼睛死盯着那个不断扩大的空间裂缝。裂缝的黑暗中缓缓探出了一只巨大无比的机械金属利爪，单单是那3根尖锐的合金爪刺就比我们的悬浮战车还要大。看来是外星舰队的主力母兽按捺不住要强行穿越过来。如果这东西真踏上地球的土地，那这满地的人类就全得变成鸟样。如果不马上关掉星门，炸碎核心，今天在场的兄弟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我猛地抓起通讯器，对驾驶舱里的唐小月和小薇大吼：“把战车的等离子引擎功率直接推到200%的极限，别管什么武器了，拿车身去撞碎那个紫色的母舰核心。”战车的引擎发出超负荷运转，产生撕裂空气的悲鸣，整个车身如同燃烧的陨石一般，倾斜着角度朝着坑底的光源猛撞过去。那只刚刚探出半个身子的巨大机械母兽似乎感觉到了战车的意图，它发出一声震动灵魂的音波怒吼，猛地挥动那只遮天蔽日的金属利爪，带起恐怖的风压，直接朝着我们的战车当头拍了下来。距离在肉眼可见的飞速拉近，剧烈的失重感让我死死扣住了安全带。生死胜败就在这0.01秒的交锋之中。那只巨大的金属利爪带着撕裂空间的风压拍了下来，战车外的能量护盾在接触的瞬间就发出密集的碎裂声，整辆车像被巨锤砸中的乒乓球一样剧烈翻滚。我感觉到五脏六腑都在错位移位，由于重力扭曲，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在这千钧一发的死斗时刻，我再次咬牙开启了系统的狂暴超频模式，9级满级要塞的远程操控系统瞬间接管了战车。战车底部的反物质引擎开始疯狂逆向喷射，硬生生在利爪拍碎我们的前一秒完成了侧身位移。战车在坑底的岩壁上擦出一长串炫目的火花。就在这擦身而过的瞬间，我死死盯着那个近在咫尺的紫色母舰核心。战车的自爆程序已经倒计时到了最后一秒，我一把拉过身边的唐小月和小薇，按下了单人逃生舱的弹射电源。就在我们被弹向空中的瞬间，满载着反物质能量的悬浮战车狠狠撞进了核心，没有任何声音传出，因为那一刻所有的声音都被瞬间产生的黑洞喷射。一道漆黑的空间波纹以撞击点为中心猛炸开，原本耀眼的紫色强光像被巨鲸吸水一样吸入黑洞，紧接着是排山倒海般的引力坍塌。那个正在不断扩大的星际跃迁门开始剧烈扭曲变形，就像一张被无形巨手疯狂揉捏的烂纸。正卡在门缝中央的那只巨大机械母兽发出无声的哀嚎，它的身体被坍缩的空间利刃像切豆腐一样切碎，暗金色的液体和细碎的机械零件喷涌而出。随后那道几百米高的星门轰然向内陷落，伴随着最后一道白光的剧烈闪烁，所有的外星科技产物全部化作了最原始的尘埃。坑底那些还没来得及撤离的外星士兵瞬间化为虚无，由于失去了坐标引导和能量支持，天空中那些还没着陆的外星飞行器纷纷失控坠落。那场足以毁灭地球的星际入侵在此刻彻底宣告终结。我和几名幸存的兄弟靠着逃生舱的缓冲跳到了陨石坑边缘，所有人看着底下那个归于死寂的深坑大口喘气。李大力手里那把断裂的战锤重重砸在地上，他咧开沾满鲜血的大嘴嘿嘿傻笑。张凯一屁股坐在碎石堆上说：“咱们这回真的活下来了。”我看着天边那轮诡异的红光正在逐渐褪去，阳光开始重新恢复成那种清透的色泽，那是家园重获新生的征兆。可就在我们准备撤离返回要塞的时候，远处的废墟后方传来一阵阵整齐的引擎轰鸣声，10几辆漆黑的全装甲越野车排开阵型包围了过来。车门打开，几十个西装革履神情高傲的人簇拥着一个老者走下车。这群人身后跟着大批手持高尖端武器的雇佣兵，老者胸前别着一枚我从未见过的厨艺救援队最高统帅勋章。他用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打量着浑身血迹的我们。他拍了拍掌心，用那种公事公办的傲慢语气开口，他说：“陆哲先生，你们的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作为劫后余生的适格者，你们现在被正式收编进入救援队的全球重建委员会。你手里的那个满级安全物要塞要立刻移交给委员会接管，那里面所有的武器数据和系统金币余额都要充公。为了全人类的未来，你们必须做出这种牺牲。”老者身后的那帮官员纷纷点头称是，其中一个胖子更是贪婪地盯着我手腕上的系统表看。他叫嚣着说：“现在外星威胁已经解除了，这个世界需要新的秩序，你们这些只知道杀戮的粗人已经没用了。识相的赶紧跪下，把控制权交出来，不然委员会将以反人类罪对你们进行制裁。”李大力气得又要挥拳冲上去，我伸出手臂拦住了愤怒的兄弟们。我冷冷地看着那个道貌岸然的老者，我说：“那些兄弟在前面拼死挡枪的时候，你们躲在哪？外星母舰骑到脸上的时候，你们那委员会又在干什么？现在仗打完了，你们想出来吃现成的，还要拿全人类的未来当遮羞布？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躲在背后算计人的蛀虫。”老者脸色一沉，猛地挥了左手，几十把特殊的等离子抑制枪立刻对准了我们的脑袋。他说：“现在的局势不是你说
说了算。委员会掌握了全球80%的残存避难所和物资。你的那个9级要塞虽然厉害，但毕竟只有1座。如果你不肯合作，我们就让你们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我听完忍不住大笑起来。由于我刚才杀穿了外星核心，我现在的房主等级早就突破了系统的极限。我点开随身携带的系统面板，轻轻按下了全服最高指令的召回按键。就在那一瞬间，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阴雨。那是我们的9级移动作战要塞，它开启了全速悬浮模式，直接传送到了这片废墟上空。几百米长的厚重装甲底座像一片人造陆地般压了下来，要塞底部的重力场调节装置疯狂运转。老者带来的那些车辆和雇佣兵瞬间感到身体沉重如山，他们所有人像死狗一样被恐怖的重力死死压在地上，连一根小拇指都动弹不得。那帮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官员此刻全都吓得屎尿横流。我慢悠悠地走到那个脸色惨白的老者面前，我低头看着他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我说：“谁告诉你我们要塞只有1座？”我随手点开系统商城的建造分页，由于母舰炸裂掉落的特殊材料和那几千亿的金币奖励，我已经解锁了所有的建筑限制。在老者惊恐万分的注视下，由于重力场的作用，周围大地的土石开始疯狂重组。在我的9级要塞旁边，又一根顶天立地的钢铁巨柱拔地而起，第2座、第3座，直到密密麻麻的半机械堡垒填满了整个陨石坑。每座要塞的顶端都闪烁着摄人心魂的粒子炮火光。我低头看着那个老统领说：“现在这个世界的规则由我来写，既然你要谈秩序，那我就给你展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绝对力量。”我挥了挥手，要塞底部的机械臂把这群贪婪腐朽的人全部扔出了防御区，让他们去荒野上体验一下真正的末世生存。在这一刻，系统发出了最后一声清脆悦耳的全局通告。系统提示：由于房主陆哲彻底粉碎了外星意志并清除了寄生组织，地球防御试炼正式宣告满分终结。金币与食物兑换系统将永久保留。陆哲已被地球意志赋予传奇守护者称号，全球进入全面复苏重建阶段。听到这个声音，张凯和冯辉高兴地抱着手里的枪又蹦又跳。唐小月和小薇跑过来紧紧挽住我的左右胳膊。阳光此时彻底普照在满目疮痍却生机勃勃的大地上。我看向身后的满级要塞和那一排排钢铁森林，我转头对着兄弟们说：“以后没人能再把我们当成小白鼠来戏耍了。这片土地我们既然能杀回来，就能把它建设成最坚不可摧的乐园。”李大力憨笑着说：“以后是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红烧排骨了？”我搂着他的肩膀，我想起这一路走来的敲门声和那些惊魂深夜。我说：“以后不但有肉吃，而且咱们所有人都能在阳光下睡个安稳觉，没人再敢敲你的门来索取性命。我要建设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重新发芽的种子。”在欢呼声中，我关闭了那个陪伴我一路厮杀的血腥系统界面。我看着远处那些正在尝试反清的废墟草地，心里那种沉甸甸的压迫感终于彻底消散。我是顶级房主陆哲，在这个崩坏的末世里，我终于带着我的兄弟和我的目标走到了最后，也走到了新生的起点。那帮自以为是的委员会官员被扔出防护罩后，在荒野凄厉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原本精致的西装很快沾满了尘土，没了那些高科技武器和雇佣兵的保护，他们在废墟里连一只最普通的变异老鼠都对付不了。我站在要塞高耸的城墙上，冷眼看着这一幕，心里没有一丝怜悯。这就是末世最真实的法则，不劳而获的人注定被淘汰，哪怕是旧时代的权贵也不例外。转身回到指挥大厅，兄弟们正围在全息地图前兴奋地讨论着未来。张凯指着地图上一大片红色的区域，他说：“陆哥，现在咱们有钱有资源，先把这片被核辐射污染的土地给净化了吧，那里可是以前最好的产粮区，只要能种出粮食，哪怕系统以后没了，咱们也能活下去。”我点了点头，这正是我想做的。虽然现在系统商店里什么都能买到，但依赖系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有恢复地球本身的造血能力，人类文明才能真正延续下去。我打开那个令无数人羡慕的满级系统面板，在环境改造栏里毫不犹豫地点击了购买。成千上万台全自动环境净化机器人像蜂群一样从要塞的格纳库中飞出，他们不知疲倦地在废墟上忙碌，中和辐射分解垃圾，重塑土壤。原本灰暗的天空在净化力场的作用下日渐湛蓝，那些枯死的树木残骸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棵棵嫩绿的树苗。仅仅过了1个月，要塞周围方圆百里的土地就重新披上了绿装，清澈的河水再次在河道里流淌。这一神迹般的景象吸引了世界各地零散的幸存者，他们拖家带口翻山越岭，只为看一眼传说中的希望之城。对于这些真正想要活下去的普通人，我敞开了大门，只要愿意劳动遵守这里的规矩，就能获得庇护和食物。很快要塞周围就建起了一座座崭新的居民楼，不再是那种阴暗压抑的地下避难所，而是拥有宽大落地窗能让阳光洒进来的现代化公寓。李大力成了新城的建设部长，这家伙虽然长得5大3粗，但干起活来比谁都细心。他每天带着工程队在工地上挥汗如雨，中午休息的时候就坐在钢筋堆上抱着2个比脸还大的红烧肘子狂啃，一边吃一边傻笑，说这辈子没想过还能过上这种神仙日子。冯辉和特种兵小队组建了新城的城卫军，他们穿着系统出品的轻型外骨骼装甲，日夜巡逻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残留的变异兽还是心怀不轨的流浪者，只要敢靠近一步就会被无情驱逐。念念也长高了不少，林婉虽然不在了，但唐小月和小薇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照顾。小丫头现在背着书包在新盖好的学校里上课。那天我路过学校，听到里面传出的朗朗读书声，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之前拼上性命去战斗的一切都值了。又是一个深夜，
我独自一人登上要塞的最高点，俯瞰着脚下这座灯火通明的城市，街道上不再有惊恐的尖叫，取而代之的是孩子的欢笑和夜市的喧嚣。就在这时，身后的空间微微波动，那个熟悉的高瘦苍白身影再次浮现。他依然穿着那身银色的长袍，但身上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和而平静的气息。他走到我身边，和我并肩看着这万家灯火。他说：“陆哲，你做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好。地球的防御机制已经彻底稳定，那个残酷的筛选系统也是时候关闭了。”我转头看着他，心里竟然涌起一丝不舍。虽然他曾经像个恶魔一样逼着我们在生死边缘挣扎，但也正是因为他的冷酷，才逼出了人类骨子里最坚韧的求生欲。我问他接下来要去哪，还会再回来吗？苍白男轻轻摇了摇头，他的身体开始化作无数光点，缓缓消散。他说：“我的使命已经完成，这颗星球不再需要一个冷酷的监工，未来的路要靠你们自己走。但我会化作山川河流，化作风和雨，永远注视着你们。记住，只要人类不放弃希望，我就无处不在。”随着最后一个字落下，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夜风中。与此同时，我手腕上的系统界面也发出最后一声风鸣，所有的任务栏全部清空，那个曾经时刻悬在我头顶的倒计时彻底归零。只留下了一个具有永久使用权的兑换商城和要塞控制权，这是地球意志留给守护者最后的礼物。我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肩膀上前所未有的轻松。那些被丧尸追赶、被异人围攻、被外星母舰压顶的噩梦，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唐小月和小薇拿着一件厚外套走上露台，轻轻披在我的身上。他们笑着问我在看什么这么入神。我握住他们的手，指着远方天际那颗最亮的星，我说在看我们的未来，那里不再有杀戮和恐惧，只有这漫长岁月里最平凡也最珍贵的安稳。张凯在楼下大喊着让我下去喝酒，说是李大力又烤全羊了，要是去晚了连骨头都不剩。我笑着应了一声，搂着身边的爱人转身走下高塔，走进那片属于我们的充满了烟火气的人间。这不再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生活的新篇章。而我陆哲，这个曾经的顶级房主，现在的城市守护者，也将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继续书写属于人类的传奇。只不过这一次不再需要系统的机械音来提醒，因为每一天的日出就是最好的证明。